穿越修仙界第3天，我悟出了狗王生存法则第1条：穷的时候，尊严可以先放一放。唉，太可怜了。他把我当乞丐了。算了，尊严又不能换比古丹。一块破石头，岂不加10万上品灵石？狗王生存法则第2条：发现宝贝先装瞎。大爷，这块垫桌脚的破石头1块灵石卖吗？拿走。1块石神来的灵石换1件世界神料，这不是扶贫，这是给我送启动资金啊！不过就在前1晚，我还差一点没命花这笔启动资金。穿越第3天，连口热饭都没吃上，出门挖个野菜还能被猪精妖兽追杀。别人穿越是天才圣女，我穿越是给妖兽送外卖。摸够了吗？我要是说我刚才是在摸墙壁上的开关，你信吗？我操！这是什么人间疾苦？老娘前世连加3天半猝死，传到这破修仙世界才第3天，连口热饭都没混上，出门挖个野菜还能被猪机器獠牙野猪追杀。好不容易找个狗洞狗命，结果洞里还藏着个活人，还是这种自带终极反派 BIM 的危险粉丝。这谁呀？天元宗还有这号人物？宗门招生的时候没说后山刷新隐藏 BOSS 啊？外门弟子。是的。这位师兄，我叫沈有梅，是个杂灵根的废物，我真的只是路过。外面那头猪太凶，我害怕，我不太行的。我绝对不打扰您，您就当我是个屁，放了吧，好不好？大哥，求你别搞我！我前世已经被资本家榨干，这辈子唯一 KPI 就是长命百岁。出头的竹子先烂，遇见大佬先装孙子，这才是修仙界生存法则。你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我。我叫顾渊，天玄宗内门首席大弟子，天生煞体。平日里别说同门弟子，就连后山的狗见了我都恨不得绕道3丈。宗门里那些师弟师妹更不用说，看我一眼腿肚子都能打颤。今晚我来后山，不过是想看一眼那窝刚出生的小灵狐，再顺手压一压体内翻涌的杀气。没想到会有个穿着外门弟子服、满嘴胡话的少女一头扎进我怀里，哭得挺像。他刚才扑进来的时候脚步踉跄，落点却很巧，避开洞内所有尖锐岩石。他看似被吓得魂都没了，可每一次躲算时都刚好把自己藏在他身侧最安全的位置。还有他那只手，嘴上说自己不行，手却始终离那把生锈破锄头不远。怕是真的怕，但废物未必。滚开！好嘞，我滚了，师兄您请便。妈耶！这一剑要是劈我身上，我连骨灰盒都生了，直接随风自由飞翔。这大兄弟到底什么来头？这杀气，这脸，这出手效率，妥妥惹不起的货爹！勾住沈有为，拿出你当年应付甲方的演技，必须勾住。杂灵根？是的，可能是我运气不太好。测试术的时候，官师说我是千年难遇的极品废柴。吓死爹了！这仙下世界的武种多少有点不讲武德。刚才那位货爹居然没拿腰带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！这波不叫捡漏，这叫修仙界低风险资产回收。血赚。废物，有点意思。
很好，穷得很稳定。前世我好歹月薪8000，虽被老板当律师，但至少还能点杯奶茶续命。现在倒好，传承修仙界底层外门弟子，开具资产约等于负数。今天是外门弟子每个月一次登记领月历的日子。说是月历，其实像我这种没背景、没修为人，一个月也就2块下品灵石，少得可怜。蚊子腿也是肉，谁敢动我小倩倩，谁就是我沈某人的阶级敌人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外门大名鼎鼎的五行俱全沈幼梅吗？怎么着？就你这连一丝灵气都留不住的漏龙体质，还来领月历，浪费宗门资源啊！正好，师兄我最近冲刺炼气4层，手头有点紧，把你上个月攒的加上今天的月役都拿出来孝敬师兄。师兄，不行啊，我这里就3块灵石，是用来买比古丹保命的，没了它们，我真的会饿死的。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我真的不太行。不太行你个头！老娘前世跟地中海总监斗智斗勇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，敢抢我的小钱钱，很好。天玄宗死亡笔记第1页，王八李四，你们俩正式挂号。王师兄，你打我干什么？老子看不见，快拔河，快拔！天哪，王师兄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？走路都会摔跤，可能是最近运气不太好吧。太可怕了，我还是先走吧。深藏功与名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合理规避职场霸凌。不过月历是领不到了，穷光蛋日子没法过，得搞点外快。哎，东上！太贵了吧！一株一介止血草要半块灵石，你怎么不去抢？爱买不买？不买，告辞。小姑娘，好眼光，这可是前辈遗物，2块灵石拿走。他修的都快有破长风了，万恶的私奔市场，修仙界也不放过穷人。等等，什么情况？我这废柴丹田居然还有隐藏启动程序？我操，外挂到账了！直接10万上品灵石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老娘的杂灵根根本不是废柴，这是隐藏款高配透视眼啊！混元灵眼，这名字一听就很值钱。10万上品灵石，买下整个外门够不够？不够就再买半个山头。稳住，沈有为，拿出你当年骗老板部加班费的烟气，稳住！大爷，这个怎么卖呀？3块下品灵石，不二价。这么贵呀？大爷，那我不要这个了，我那茅草屋漏雨，桌子还老晃，您这块垫桌根的石头能便宜点卖我吗？我出1块下品灵石。1块破石头，你花1块灵石买？主要是它看着挺结实的。这穷酸样，估计也榨不出第2块灵石。拿走，拿走，1块灵石也是肉。谢谢大爷，您真是个好人，祝您贤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倒也不用住得这么隆重。这哪是石头，这是我的养老保金，这是我的退休金，这是我在修仙界勾到99九的底气。赚麻了，赚麻了！1块灵石卖到修仙界核武器，这就是信息差的力量吗？格局大开，沈有为，以后谁还敢说我是废材？我只是穷的比较低调。毕竟金手指这东西得先搞清说明书，不然哪天开挂开到一半死机，那就很尴尬。没人，很好。我的小宝贝，让娘亲一口。
救命！我看到了什么？修仙界火焰王背地里竟然是毛德学院优秀生生，他用50块种品灵石的玉为流浪毛。不是大哥，你这是什么纯爱展示行为啊？你看到了什么？完了完了完了！撞破反派大佬撸毛秘密会被灭口吗？一定会吧！他这个眼神已经在思考把我切几片毛比较合适。冷静慎有眉，生死关头，拼的就是演技。谁在说话？天哪，我的眼睛怎么突然看不见了？我是瞎了吗？我什么都没看到，真的什么都没看到。什么毛，什么玉，我统统不知道。我好可怜，我不仅是个废人，我还瞎了。废物！这个叫沈优的外门弟子身上藏的东西，恐怕比他嘴里的胡话还多。这位不知道是谁的师兄，我真的看不见。我从小命苦，灵跟废修为敌，现在还瞎了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当我是路边一根草，你就跨过去就行。求你了，火爹，别看我，别杀我，别抢我石头，我真的只是想安安静静发财，不是想窥探你的鲁莽人生啊！瞎了？那我不介意，真的把你的眼睛挖出来。完蛋了，这回是真的惹上火爹了。系统链、金手指呢？这个时候难道不该来了个天雷，把他劈到10亿吗？沈有梅，你最好一直瞎下去。师兄放心，我不仅瞎，我连耳朵都聋了。我现在就是一个没有知觉的杂灵跟蘑菇，除了这块破石头，我什么都感受不到。这演技假的，连外门灵兽园里那几只装死的低阶灵吞看了都得摇头。可偏偏他抖得很真，怀里那块黑石被他抱得死紧，手背蹦出浅浅青筋，像谁敢碰一下，他就能当场跟人拼命。记住你的话。太可怕！修仙界的职场环境简直是地狱模式里的加班版。堂堂天玄宗内门首席，背地里居然拿50块种品灵石喂流浪猫，这是什么纯爱战神行为？反差萌是萌，但也是真要命啊！火爹走了，我的发财计划还得继续。世界新闻选金矿啊，能扛9重天劫的顶级神料。等老娘狗到筑基期，随便刮点粉末卖掉，买下整个外门当包租婆不过分吧？刚才那一下是因为这块石头太极品才意外触发我的混元灵炎，这玩意儿有没有冷却时间？不会是一次性体验卡吧？那我还没发财就过期，也太惨了。哎呦我去！这经脉堵了的跟早高峰2环路一样，谁修谁知道。啊，坏了！这鉴定面板嘴挺毒。但好消息是，混元灵影主动开启，不是体验卡，不是诈骗软件，是真外挂。这混元灵眼不光能看穿物品本质，还能看状态，连估值都给的明明白白。
这是什么？这是修仙界鉴宝版搜索引擎，还是无广告专享 VIP？ 若在修仙界，在我眼里，简直就是一个到处藏着隐藏盲盒的大型超市。而我，稳住，沈有为，稳住！必须强行压下想去天玄宗藏宝阁门口蹲点的作死冲动。出头的转子闲懒，坏比七嘴的道理我懂。在没有自保能力之前，就算看出天大的漏，也得装得像个二傻子一样捡破烂。勾住，蘑菇不说话，蘑菇只发财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破草窝。10万赏品灵石起步价，可惜是残缺封印状态，还得用灵火淬炼才能显现本体。问题是，我现在连火渣子都点不利索，上哪儿弄灵火？这感觉就像中500万彩票，结果兑奖中心在月球，看得到，摸得到，就是吃不着。算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不动产。先藏起来，当传家宝。我操，这石头里面还有东西。200块下品灵石，外门弟子月历1个月2块下品灵石，200块，我要不吃不喝扫地干杂活，我1个月8年0 4个月！我靠，这哪是破石头，这是我退休计划的实体化，发财了！冷静，沈有为，必须冷静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手抖。这可是我的退休金，我的保命符。我下半辈子能不能睡个不漏雨的屋，就看它了。凭我现在这点修为，别说切开它，估计拿牙啃都只能把自己压崩了。但混元灵眼给出的提示很明确，清明镜卡在外层飞檐的裂缝里，也就是说，包在玄金棺外面的那层泥石壳子是可以弄掉的。老伙计，今天不挖猪，今天干精细活。万一磕掉一个角，那掉的不是晶体，是我的真金白银。轻点儿，轻点儿，抠它，但要温柔的抠它。快了，就快了。这灵气变动也太招摇！完了完了完了！这要是让别人闻见味儿，我还活不活？修仙界有没有反诈中心？我只能自己当风控啊！衣服，对，衣服。很好，仙气再足，也得先过这一关。200块灵石，老娘在这个见鬼的修仙界终于有第一笔启动资金。等拿到钱，我先买10瓶极品辟谷丹，再买个防风防雨的地阶阵盘，把这破屋子罩起来，然后剩下的钱全部换成加速服、有遁地符、隐息符。遇到危险，我直接一个撒丫子狂奔，谁爱打谁打，老娘只负责活着。这才叫人生，不对，这叫修仙界低风险可持续发展路线。等等，我刚才是不是飘了？很好，
炼气2层，杂灵根，外门公认极品废柴。一个月月里只有2块下品灵石，连买比古丹都要精打细算的人，突然拿着一颗价值至少200块灵石，还能让筑基水洗修士眼红的极品清明镜大摇大摆方式变现，这跟一个3岁小孩抱着金砖走进土匪窝有什么区别？不，区别小还是有的。我这种炼气2层小废物，估计连哭完的机会都没有。不行，修仙界那帮三修，一个个比恶狼还狠，为半块灵石都能当街动刀。我要是敢把这1整块清明镜拍在当铺柜台上，掌柜里绝对不会给我灵石，只会给我准备一口剥皮棺材，甚至连棺材都不会有，大概率是一张化石符，直接养了当化肥。怀里的黑石是长线投资，世界新闻炫矿矿这种东西，短时间内动不了，也不敢动。可清明镜不一样，它是眼下能改善生活的活钱，钱是好钱，命也是真命。200块灵石的东西，一个炼气2层的废物弟子，到底要怎么卖出去才不会被人盯上？200块下品灵石的极品清明镜，卖是发财，卖不好是投胎。对的，一整块极品清明镜拿出去，那叫找死。可我要是把它敲碎呢？在修仙界，完整灵材价值连城，可碎料边角料却很常见。我一个底层外门弟子拿出完整极品灵晶，别人第一反应肯定不是给钱，而是关门放刀。但如果只是几块指甲盖一般大的碎渣嘞，顶多算走了狗屎运，再拿个废矿坑里捡漏，稳。这叫降低资产风险评级，合理分散投资。哎，完整的肯定更值钱，这一敲至少折损3成估值。但比起被人盯上抛尸荒野，折损就折损吧。穷人的智慧就叫分批出货。小兄弟，你在这儿蹲半天了，到底买不买？不买别当我做生意。前辈，我不买东西。这清明晶碎料纯度还这么高。前辈别抢，我是替我们外门一位师兄跑腿代卖的。师兄说他前几日在后山废矿坑里挖到这么一点碎渣，他急着买出卖单，不敢去大铺子被压价，才让我来三修摊问问。前辈要是给的合适我就卖，要是不合适，师兄还交代我去下家。碎料纯度是还行，可太小，入不了高阶炼器师的眼。这样吧，看你跑腿不容易，30块下品灵石我收了。30块？你当我会员灵岩是白蛇吗？这块碎料起码值60。修仙界中间商，心都是黑曜石做了吧？不行，师兄交代，低于50块回去就要打断我的腿。前辈，你心情好，50块1分都不能少。45块，不能再多。那我回去求求师兄，希望他别打我。45块，第一笔资金到账。老娘不是逗比脸干净的穷鬼了。50块下品灵石，少一颗都不卖，我赶时间。拿了钱就走，别在我摊前晃。这老头比前几个都精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卖出4份清明晶碎料，总计进账210块下品灵石。210块啊，相当于我105个月的外门月历。前几天我买比古丹都要掰着手指算，现在兜里揣着日币巨款，走路都觉得脚底发飘。发了，地检侦判逃跑复苏全都败家，这叫给小命买保险。最后一份买完，凑个整，我的启动资金就丰厚了。听说了吗？这3天坊子里冒出来好几块清明晶碎料。清明晶？那玩意儿不是早就绝迹了吗？可不是嘛，而且据说全是极品纯度。黑市老王收了一块，西街陈瞎子也收了一块。来卖的人打扮不一样，借口也不一样，可有心人一对消息就发现不对，那几块碎料切口太新，绝对是一整块极品清明晶被人硬生生敲碎的。暴殄天物啊！谁这么败家？败家算什么？清明晶对筑基水系修士破镜有用，极品纯度更是有价无市。现在坊子里几个筑基期大散怒都闻着味盯上了，能短时间拿出这么多碎料，说明背后的人手里肯定还有大货，说不定是发现一条新的清明晶矿脉。黑市已经放话，重金悬赏这几个卖碎料的人，只要逮住一个，搜魂夺魄也得把背后的秘密挖出来。
屁了！我以为换马甲分批出货就很稳，结果这仿式全是福尔摩斯成精啊！搜魂夺魄这4个字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不是我的策略完全错了，是极品请明晶太稀有。在这种小仿式，别说1帧快，哪怕冒出激励闸，都像黑夜里点了火把。更何况那些碎料切口太新，只要机甲弹出一堆消息，啥都找不对劲儿。如果我现在还敢卖最后1份，绝对会被盯梢的人抓个正着。以我连气而从的废柴修为，一旦落到几个筑基3名手里，估计连一句好汉饶命都喊不完整，就得被切片研究。不买了，坚决不买了，见好就收，命比钱重要。太刺激了，这简直是在刀尖上跳广场舞。活过来了，个是百，210块，香太香了！前世我发工资只能盯着银行卡余额傻乐，这辈子终于摸到实体版巨款。不行，这钱放在兜里就是一颗定时炸弹。修仙界不讲通胀，讲的是杀人越货，得赶紧把钱换成能保命的东西。防身针盘得买一个，晚上睡觉都能踏实点，剩下的钱全换成弹药。五行俱全的杂灵根，别人吸一口灵气能留8成，我吸一口能剩2份，都算祖宗保佑。资质不行，就只能拿钱硬砸。这位师兄，哟，外门那个出了名的废物沈佑威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又想蛇辟谷丹？告诉你，没门儿！不是的，师兄，我攒了8年的阅历，又帮同门洗2年衣服，才攒够一点灵石。我想买5瓶聚气散，还有3瓶基础回灵丹。聚气散？你这漏龙体质吃了能有啥用？听个响都算给面子了，纯属浪费宗门资源。对，你说的都对，我是废物，我听响，我高兴。师兄说的是，但我也想试试灵气重映是什么感觉。随你，反正是你自己的钱。师兄，我还想买个最便宜的第一逆针盘，我怕有人抢我的药。你这毛病不轻啊，谁稀罕抢你一个废物的药？拿走，别在这儿碍眼。谢谢师兄，师兄真是大善人。装穷果然好用，不装的可怜点儿，哪能这么顺利把东西都买回来？终于能踏实点儿。前世卷生卷死给老板卖命，这辈子得为自己的长生事业狠狠干一把。这劣质药效也太猛了吧！想跑，门儿都没有。进了老娘肚子里的东西，就算变成渣，也得给我留下来！混元灵焰开！我操，这玩意儿不光能出去捡漏，还能给我自己做 CT。这边堵，绕过去，这里太急，慢一点。对，往这边送，别乱窜。这也太爽了，给我继续磕！给我破！
炼气3层，成了。老天爷总算没把我往死里坑。我操！这是什么见鬼的突破异象？难道杂灵根无形俱全，灵气一满就会自动变成人体跑马灯？以你真盘只能遮气息，挡不了这种明晃晃的发光啊！别亮了，求你了，祖宗！老天爷，我只想安安静静当个闷声发财的废物啊！原来只要不凭运转功法，把灵气全压在丹田最底下，这破跑马灯就能关上。吓死爹了！我还以为以后只能当个行走的人形灯笼，半夜出门都不用打火棒。勾旺法则第10条，能不发光就绝不发光。修仙界最危险的不是穷，是闲言。张三，炼气3层，勉强合格。李四，炼气2层，毫无长进。沈佑威，手放上去。炼气3层和炼气2层看似只差1层，可在外门这种破地方，任何一点进步都会引来多余的目光，而多余的目光往往等于麻烦。勾住，必须勾住！别人恐分是为锦衣笑，我恐分是为保狗命。炼气2层，而且还是2层里最不起眼的那种。沈佑威，你入门快2年，怎么还是这副死样子？杂灵根本就难修，你还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宗门发给你的那些阅历，怕不是全喂了狗？这辈子就没见过你这么钝的资质。刘伯，我真的努力了，可能是我太笨，对不起宗门栽培。骂得好，刘伯，您再大点声，最好让整个外门都知道，我沈佑威是扶不上墙的烂泥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宗门官方认证保护色。行了行了，别哭哭啼啼的，看着碍眼。下去，下一个。耶！完美冲关，控分控到关式破花，这波叫反向优秀。沈师妹，你等等我。谁？又是谁想来找茬？老娘现在可是炼气3层的高手，真逼急了，我就立刻大喊救命！你走的可真快。喏，给你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这年头修仙界套路比前世杀猪团还丝滑。饭团里不会下了迷魂散吧？还是吃完就要我拿10块零食还人情债？那个，我叫李轩儿，就住你隔壁那间茅屋。我刚才在台下看到你挨骂了。你别往心里去，刘管事那人对谁都凶，其实也没坏到哪儿去。我看你平时总啃冷馒头，脸都瘦尖了，这是我早上偷偷蒸的，你尝尝吧。前世被社会毒打过的人，永远相信一句话：免费里无餐，往往最贵。混元灵烟开。穷人心意，这4个字，比什么极品灵材都朴素，也比什么漂亮话都实在。谢谢李师姐，我正好有点饿。嗨呀，叫什么师姐，叫我轩儿就行。以后在外门，咱俩就互相交账。反正咱们都挺穷的。倒也不用这么精准。可接触，低风险。
话多，很穷，但心眼不坏。唉，威尔，你听说了吗？下个月的杂役任务榜单放出来。哦，有什么好差事吗？好差事早被有背景、有修为的师兄师姐抢光了，现在榜上只剩一个最折磨人的活儿。什么活儿？灵药园丙字号灵田的除草任务。除草？听起来不难啊。不难？那你是不知道丙字号灵田有多坑。那片灵田在后山最偏的角落，走过去就要半个时辰。田里全是带倒刺的吸血藤，那玩意儿一缠上来能划破皮，还会吸气血。最关键的是，里面的低阶灵草都快被吸血藤折腾死，一点油水都捞不到，又累又疼又没好处。据说上一个接任务的师兄干了3天，哭着回来交了违约金。威尔，你说这是不是倒了8辈子霉才会接这种活？唉，偏僻角落，没人愿意管，灵草快死绝，吸血藤泛滥。我操，这哪里是什么刀枯柴，这不就是没人抢、没人顶、没人管理、完美魔芋圣地吗？格局大开，别人眼里的烂摊子，说不定就是我的创业院曲啊！璇儿，你这么一说，这地方还真挺可怕的。那可不，所以威尔，明天放榜，咱们一定得早点去，去晚了好差事全没了，就只能挑这种倒霉活儿。早点去？不，真正适合狗忘了杆位，从来不在热门榜，得等别人挑剩下，才轮到我捡漏。威尔，咱们不能再往后，再拖下去，连零售员挑粪都没位置了。璇儿，我腿软，这腿软的也太挑时候了吧！丙字号灵田除草任务实现1个月，每日清理1亩吸血藤，月历2块下品灵石，外加2瓶次等聚气散，谁接？疯了吧？丙字号灵田也敢放出来？那地方靠近后山悬崖，土鹰的锄头都能崩口。吸血藤还带麻毒，被划一下，半天缓不过来。上个月王胖子不信邪，去了3天，回来瘦的腰带都挂不住。别说2块灵石，给我20块我都不去。威尔，别抬头，千万别跟刘伯对眼。上个月王胖子就是多看一眼，被硬塞过去的。2块灵石，2瓶聚气散，偏僻每刃关，还能合力远离外门人群。这哪是死亡任务，这明明是带薪野外摸鱼缸。岗位不怕哭，就怕领导天天盯着。哼，怎么，宗门养你们是让你们挑肥拣瘦的？一个个平时领月历的时候跑得比兔子快，真轮到干活全成哑巴。今天若没人接，在场所有人都去面壁崖领罚。刘伯，我接。威尔，你疯了！那是吸血藤啊！你这小身板过去几天还不被吸干？轩儿，我不像你们，我修为低，天赋差，好任务抢不到，抢到也干不好。要是连这种苦活都不愿意干，宗门肯定觉得我是废人，不要我了。我真的没别的办法。沈有为，你想好了？丙字号灵田偏得很，这1个月你得住在田边草棚，那地方晚上风大，周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你熬得住？刘伯，我不怕黑，我也能吃苦，只要宗门不赶我走，再苦再累我都愿意干。我力气小，拔得慢，可我可以少睡一点，半夜点火把继续拔。熬不住，开什么玩笑？没人说话才好呢。我终于可以关起门来修炼，顺便把你们不要的地皮翻个底朝天。哼，既然你自己愿意，那就拿着。丑话说在前面，完不成任务，扣你接下来半年的月历。谢谢刘伯，
刘伯大恩大德，威儿一定没齿难忘。这废鼠资质是了，但胆子还挺大。胆子大有什么用？练气2层去拔吸血城，怕不是给藤蔓送饭？下个月别真要去后山收尸吧？威儿，你平时看着挺机灵的，今天怎么这么糊涂啊？那地方真不是人待的。没事的，轩儿，我命贱，像野草一样，一点小伤扛得住。等我下个月领了月息，我请你吃灵药阁最贵的灵米饼。多惨啊！都快去送命，还惦记请我吃饼。你一定要小心，我隔几天就偷偷去后山看你，给你带伤药。那下丁记魔芋缸到手。洗血藤算什么？老娘可是自带混元灵烟的人，还能被几根破草拿捏。1个月没人关，整整一片灵天，我就不信离地3尺还翻不出几株漏网之鱼。名字好灵。那个灰扑扑的小身影，刚才在众人面前哭得快断气，现在却抱着一块人人避之不及的任务牌，走路都快飘起来，像只刚偷到肥鸡的小狐狸。几天前，访视死胡同里，他抱着那块黑石，闭着眼睛胡说八道，一口一个我瞎了，一口一个我是没知觉的杂灵根蘑菇。今日他又抢着去最苦、最偏、最没人愿意管的丙字号灵田。又瞎又废的外门弟子，却偏要去丙字号灵田。沈佑威，你到底想找什么？果然如此。这工作环境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顶级 VIP 魔芋包间。这叫什么？这叫逃离内奸，拥抱旷野。这叫宗门亲手给他发一间野外单人办公室，领导不来 ，KPI 不差，还有工资拿。这波不叫吃苦，这叫精准抄底。来吧，小宝贝们，让我看看你们到底有多能吸血。混元灵焰，开！切断中枢就行。求止啊！哎呦，看着挺唬人，原来是个纸老虎。打完收工，剩下的时间全是老娘的私人带薪休假。这边堵，绕，这里别冲，慢点。对，就往丹体里灌。灵气是包了点儿，可胜在没人催，没人查，没人半夜敲门。对我来说，这不叫苦，这叫顶配办公环境。炼气3层，算是稳住了，还隐隐摸到3层巅峰的边。刘伯，您看那边，是那个接了丙字号灵田任务的沈佑威。烂泥扶不上墙，接了活就知道躲在这里偷懒睡觉。要不要过去敲打他2句？万一月底交不出差事，连累咱们外门考核账面。
敲打什么？那地方脏得很，走过去都嫌费鞋。他愿意烂在那里，就随他去。反正月底完不成任务，直接扣半年月历。走，看着碍眼。对，快走快走！我就是懒腻，我就是废物，千万别来管我。你们少来一次，我就能多勾一天。心情好的想给刘伯磕一个，多好的领导啊！不查岗，不谈薪，不画饼，还自动帮我加固废物人设，这在前世职场简直是濒危物种。炼气3层算是稳了，照这个进度，1个月后摸到炼气4层门槛，问题不大。很好，人体跑马灯暂时下线，狗王形象稳住。有点意思。天玄宗这帮弟子脑子是被长剑上了吗？丙子号灵天存在这么多年，多少外门弟子来这里出过操，前有位2块硬石累死累活的师兄师姐，后有那个作秀师弟，后入交友无越界的王胖子，他们天天被吸血藤抽得满地找牙，只顾着跟藤蔓拼命，没人低头看一眼。这堆破草里到底藏着什么诅咒？大家都觉得这片鸟不拉屎的荒地，除变异吸血藤，连根带灵气的毛都不可能有。王胖子师兄，对不起，我之前不该嘲笑你。各位在这片地里流过血、流过汗、挨过抽的前辈们，为儿给你们鞠躬，感谢大家的不杀之恩，更感谢大家惊世骇俗的眼瞎。等等，不能笑。这地方虽偏，可谁知道天上有没有那个吃饱了撑的内门大佬，正放开神识到处扫。修仙界的老怪物最爱玩偷窥这一套，万一有人察觉我情绪不对，顺手过来看看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九转青灵藤这种东西一旦暴露，别说他一个炼气3层，就算炼气13层来了，也不够人家塞牙缝。那些长老真抢起来，碍眼的灰顺手就能摸了。稳住，沈有为，你只是个炼气3层的废物。不，你现在对外还是炼气2层。哎呦，这草怎么这么难拔呀！这破地方连根普通杂草都没有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2块下品灵石，我得拔到猴年马月去。老娘跟你们拼了！这什么破土？这什么破任务？刘伯，你没有戏了！完美，这叫废物利用。吸血藤活着吸我的血，死了还得给我站岗。累死了！今天就干到这里吧，再干下去我这条命都得交代在这儿。
果啊！只要能弄到手，什么杂灵根，什么炼气三丛，全都是浮云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以后悄悄吸精发息，偷偷变强，表面继续倒数第一，挨骂点头领必报，完美！别人吃肉，我喝汤，不，我要把锅端走，还告诉他们我只啃了块树皮。极度营养不良，即将结出果实。既然营养不良，就说明它还没完全成熟。一株藏在破灵田里的极品变异灵芝，要是真放任它自己长，万一哪天突然冒出异象，把内门那些狗鼻子长老引过来怎么办？不行，必须干预，必须加速，必须让它安安静静成熟，再安安静静进我肚子。灵芝需要什么？无非就是灵气和养分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舍着孩子，讨不着郎；舍不得令里，捞不着仙果。白天给宗门打工，晚上给灵腾加班，资本家看了都得喊我一声冤枉。真正合格的狗王，从不打无准备的仗。今晚我要回到那片杂草堆里，狠狠加个大班儿。什么就地加班催熟，太天真。野外环境这么恶劣，万一哪只不长眼的变异灵鼠路过，把我的九转青灵藤当夜宵啃了怎么办？真正合格的打工人看见公司的极品核心资产，第一反应当然是连夜带走，司令化。小祖宗，在外面风吹日晒多可怜，跟姐姐回家吃香的喝辣的。疼算什么？这可是能无视资质、吸精发骨的宝贝，挖断一根须，那就是几千灵石当正法。我宁可把自己指甲盖抠翻，也绝不能让我的被退休金掉一根毛。七，走人！混主，别动！这不是一盆草，这是我的命运改造项目。到家了，终于到家了。别嫌弃，咱们现在条件有限，等姐姐以后发达了，给你换金盆。来，小祖宗，你的新豪宅。花钱如割肉，但投资极品资产不能手软。只要能结出果实，我迟早把整个外门的灵石都赚回来。喝吧，全都是你的。
知道，只要拿灵石硬砸，就没有结不出来的果子。这本命是只囤金兽啊！一块灵石换一节进度条，疼是真疼。可账本上明晃晃写着2个大字：血赚。哎呀，这日子真是越来越有盼头。我操！谁？那门老怪物身世骚过来，还是刘伯大半夜查岗？完了完了，我的灵头，我的命运改造项目！谁在外面？杀人夺宝，毁尸灭迹，灵腾暴露，尸体被埋在后山。第2天，刘伯路过还要骂一句：“烂泥扶不上墙，死都死的碍眼。”破案了！一只不长眼的胖猫，差点把我这脆弱的打滚魂送走。狗王法则第3条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，哪怕对面只是一只猫，也得先怀疑它是不是大姚变的。主打以任可以废，考勤必须完美。周浩，张三，我看你是真不懂规矩啊！啊！外门这片灵田，谁不知道我周浩的规矩？凡是灵田产出的灵植，都得交30%互助费。我这是为你们好，以后谁欺负你们，报我名字。周师兄，不能抽啊！这片田土质差，我守了整整1个月，好不容易才凑够宗门任务。您拿走30%，我考核肯定过不了，月薪也会被扣光。求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吧！考核过不了，你过不过得了，关老子屁事儿！记住了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谁觉得委屈，现在站出来，跟我这根鞭子讲讲道理。好家伙，前世资本家剥削我，好歹还发个底薪画个饼。修仙界这帮人连 PPT 都懒得做，直接明枪是吧？还互助费，这不就是修仙界黑五爷上门收公摊？练气死从，还是个水货。真动手的话，抓住就上，3招内能把他那张猪脸摁进泥里里。但是答应他，我就暴露，暴露势力就会被人盯上，被人盯上就会被派更危险的任务。为了别人出头，把自己搭进去，这买卖亏到姥姥家。外面怎么闹，跟我无关。白天除草摸鱼，晚上养藤致富。浩哥，今天这趟赚大发了！假以自豪那帮穷鬼，平时看着抠，这一炸油水还不少。外门这群废物，天赋不行，还不懂孝敬师兄，活该一辈子啃冷馒头。我记得丙字号灵田那个吸血藤差事是沈幽微接了吧？对，就是那个杂灵根废物，听说已经在破草棚里窝好几天，估计快被吸血藤抽干了。浩哥，那鬼地方能有什么油水？连根像样灵草都种不出来，咱别沾晦气了吧？你懂个屁！蚂蚱腿也是肉，规矩就是规矩，他就算在那儿挖出2块烂泥巴，也得给老子交30%。去，通知兄弟们，明天一早去丙字号灵田。我倒要看看那个废物拿什么孝敬本师兄。
就在前面。那鬼地方，连鸟都不愿意落脚。来了。这也配叫灵田？全是烂藤，连根像样的草都看不见。浩哥，我早说这地方晦气。沈佑威那种低资质弟子，能在这儿捞出什么好东西？哼，蚊子腿再小也是肉，他就算挖出一块泥巴，也得给我交3成。外门这片地，我说的话就是规矩。沈有为，还躲着庄里死呢？给老子滚出来！周师兄，我在。装什么可怜？这几天你在这儿待着，捞到什么灵草？拿出来，本师兄替你看看。没有，真没有，这地方全是吸血藤，我昨天拔一整天，手都被刺破了。你看，这可是真工伤，昨晚我徒手挖宝挖出来的伤，借你瞧一眼，算给你练了。脏死了！少在这哭丧，我看你就是欠收拾。别人接任务还能捞点好处，你窝在这鬼地方几天，连根毛都找不到，难怪刘管事说你是扶不上墙的烂泥。浩哥说的对，这种人留在外门，纯属浪费宗门口粮。他能活着，都是宗门心善。师兄教训的对。混元灵眼，开！好东西！我正愁怎么给周浩这位外门黑五爷一点教训，结果他自己一鞭子把答案抽出来了，这可真是现成的福报。行了，看见你就烦，滚一边去，别碍眼。这地方既然能接这个差事，说不定还真藏着点油水。你这废物找不到，不代表本师兄找不到。多谢周师兄，我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哼，真是个极品废物。好，既然周师兄这么喜欢林田，那做师妹的当然要送他一份回礼。干坏事这种事儿得讲规矩，不留脚印，不留气味，不留头发。修仙界没有监控，可有审视，所以必须专业。就这儿了，小宝贝们，这块地可比饼子个号灵田飞多了。你们要是争气点，3天后记得给周师兄一个大惊喜。废物，惹我？谁把灵兽园粪坑搬过来了？周浩，管事，我不知道啊，昨晚还好好的，今儿就变成这样。深渊臭草，这种脏东西怎么会长在甲字号灵田里？我真不知道，肯定是有人害我。这片幸运草马上就能交考核，我怎么可能自己毁掉？神元臭草，3天破土，10丈污染。周师兄亲手一鞭子抽出来的礼物，我只是帮他换块飞地。甲子号灵田灵气组土也废，瞧瞧孩子长得多争气，好可怕！周师兄是不是失错灵肺？这些幸运草死得好惨。沈有为，你一个杂灵跟废物也敢插嘴？周师兄，我没有，我这几天都在饼子号灵田拔吸血藤，连山路都不敢多走，我怎么敢来甲子号灵田啊？住手！当着我的面还敢逞凶，毁了登记在册的星云草，还攀咬同门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宗门规矩？管事，我真是被陷害的，我表叔是善堂管事，您看在他的面子上。闭嘴！你表叔站在这里，今天也保不了你。从今日起，
扣你3个月月例，停你本月丹药份额，再去灵兽园清1个月粪坑。刘管事，我要举报！周浩长期在外门林田收保护费，我们种出来的灵草，只要成色好就要被抽走30%，不给他就打人。我上个月的灵草被他抢得连任务都差点交不上。管事，我也被抢过，我的赤焰果被他拿走1半，还有我的储物袋现在还在他跟班那里，他那几个狗腿子也有份儿。毁1块灵田已经够我头疼，周浩还我眼皮底下收保护费，这事若传到执事堂，我这个外门管事也要挨训。哼哼，好，好得很。我平日只当你骄横些，没想到你把外门灵田当成自家钱袋。管事，我追加处罚，即日起剥夺你3年灵田任务资格，勒索所得3倍赔偿，赔不清就一直在灵兽园抵役。看见没？恶霸刀胎的第1秒，库主排队速度比灵月丽还快。所以说，修仙界最危险的从来不是穷，是闲言。让我看看我的小祖宗怎么样了。冒宝了！我的命运改造项目终于要见回头钱了。3个花宝若都能保住，那就是3次改命的机会。完了，小祖宗要接锅，我好像又要破产了。破产就破产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舍不得灵石，套不着金线。我操！这破阵牌要是碎了，香气漏出去，今晚全外门的人都得寻着味过来拿我当夜宵。发财了，真发财了！天道不公，让我传承个无形俱全的废物杂灵根。今天老娘就亲手把这破设定给洗了。给老娘破！这味儿绝了！修仙界的新手礼包果然都自带一股茅坑味儿。原来这就是炼气4层的感觉。就周浩那个靠丹药堆上去的水火4层，我现在要是想揍他，一只手就能把他的脸按进臭臭草里摩擦。狗王第一准则，永远不要让人知道你的真实底牌，除非有绝对的把握杀人扬灰。不仅清晰度上个大台阶，连维持灵眼开启的引力消耗都变小。真穷啊，全屋上下连根带灵气的猫都挑不出来，老鼠进来都得含着眼泪出去。连升级后的混元灵眼都看不穿全貌，我操！不是吧？我随便抢的一间破茅屋，难道是什么远古大佬留下的隐秘安全屋？一根长了虫眼的房梁都大有来头！惹不起，惹不起！既然现在看不透，那就等老娘狗到筑基金丹再来盘你。反正这破屋子除我，连狗都不愿意进来。当新任务喽！不是抢活，是抢一个没人查岗的发财坑啊！有为，
外门小可怜模式启动。元儿师姐，趁热吃，我今早特意去善堂排的队。师姐，这太贵，我不能。让你拿着就拿着。你上个月在丙子奥林田肯定吃了不少苦吧？我听说刘伯还吓唬过你，说完不成就扣月历。这几天是不是又没吃饱？我还好。好什么好？周浩倒了，外门也没清静到哪儿去。今天你跟紧我，给你抢个灵兽园外围杂活，油水少点，至少有人看着。灵兽院，环使巡查石兽底子轮着顶，人比灵兽还奇怪。这哪叫货？这叫把自己挂在门口给人查。越便越好，越黄越明，最好所有人看一眼就绕道走。规矩都懂，排队上前摘牌。下次大风上火，别挤我！还有没有？灵药园浇水牌给我留一块。右伟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给你抢个能活命的。这里安全，视野好，还不会被踩。混元灵烟，地宫号开启，热门人多，查岗勤。采集任务：后山外围百里处，采集30株10年份蛇尾草。百里外，期限1个月，只要30株低阶灵草，期限够长。这是外派魔芋丹。这破任务怎么还挂着？后山百里外全是1人高的毒马草，扎一下能种3天。蛇尾草长得跟杂草差不多，眼睛看瞎都未必找得起。泡1个月才5块灵石，傻子才急。你们招草靠眼睛，我招草靠外挂。哟喂，累死我了！好一点的都被抢光，我只抢到这个。灵兽院外围喂养拴镇长毛猪，1天3次点毛，饲料按斤称，少一把要挨骂。轩儿师姐，我可能干不了这个。怎么了？我上次被吸血藤扎过，手还使不上劲。长毛猪一叫，我腿就软，怕误了灵兽院的规矩。那怎么办？好差事都没了。我刚才看见那边还有块采集任务没人要，我去接那个吧。采蛇尾草？有为你疯了？那地方离宗门很远，毒草毒虫都多，蛇尾草又难招，你一个人去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我修为低，去人多的地方也抢不过别人。采草药虽然慢，可我多着点走，1个月总能凑齐。那里人少，反而清静。那你一定小心，天黑前尽量回来，千万别在后山过夜。傍晚要是回得来，咱们膳房见。我用月历请你吃大鸡腿。谢谢玄儿师姐，你最好了。沈有为，我记得你，上个月接了丙字号灵田。是，弟子无能，只能接些没人要的苦差事。修为低就别逞强，任务做不完顶多扣月历，命丢了没人替你收尸。后山外围最近不太平，前2天巡山弟子来报说那一带有2阶妖兽活动的痕迹，你要是找不到草药，就往回走，别往深处钻。2阶妖兽，多谢关师提醒，弟子一定不往深处走，采购就回来。去吧。2阶妖兽活动痕迹，活的不能碰，伤的可以定，死的必须捡。狗王法菜靠的是眼力，绝不靠头铁。雕块鳞片能卖，断根兽骨能入药，运气好碰上一点妖丹碎颗，都够他称好镇镇子。刘伯呀刘伯，你真是外门活菩萨！月渡荒野出差，正式开工。这哪里是眼睛？这分明是随身鉴宝摊位。也没有倚仗妖力残留，别人采药喜欢走前人采出来的安全大路，我偏不。
这种没人愿意钻的犄角旮旯才有捡漏空间。诱惑，2块下品灵石。我现在看2块灵石都像看亲爹，藏得够阴。要不是我眼神好，你这辈子都得在狗尿龟旁边养老。别人可能找1天都凑不齐30株，我不到2个时辰就拔够任务数。没收益还带毒的东西，少来碰瓷我的命。紫血参2块，矿渣凑一凑能卖7、8块。毒风化若碰上炼丹血土，还能再抬点价。零零碎碎算下来，少说也有20多块下品灵石。今天就到这儿，做人不能太贪，狗命才能长久。刘伯承不欠我，这鬼地方真有2阶妖兽遛弯。打扰了，虎哥你忙，我走侧门。还活着，很好，今天又赚1天。这里偏的离谱，连风吹进来都像被藤蔓堵住。按理说，这种思路没有任何探索价值。这强度比9转青灵藤成熟前还夸张，能让灵眼亮成这样的东西，我这辈子未必还能碰见第2次。支开一焰，有阵法就推，有货物就抛。富贵险中看，看完就撤。上古遗产坊，还是无主可拎包入住那种。在我的贫穷账本里，真正能让穷鬼一夜翻身的，永远是这种年代久远、一听就贵得离谱的上古遗物。这要是退了，我今晚躺在破茅屋里，得抽自己300个大嘴巴子。这位前辈选地方的口味还真够特别，作画就作画，偏要把自己藏得跟老鼠洞似的。前辈在上，晚辈身有违，误入此地，绝无惊扰之意。若前辈不怪，晚辈想替您收一收这些蒙尘之物。您若不愿，晚辈立刻就走，绝不多动1寸。那晚辈就当您同意。前辈，您真是救命的。这玩意儿要是带回宗门，估计转头就得给我引来一群不怀好意的人，先藏着，等那天真到了要命的时候，再拿它开刃。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烧脑子的东西还是留给真正的狠人吧。拿妖兽血泡身子，我还想多活几天。树叶边缘虫蛀的厉害，纸张薄的想随时会碎。多属性灵根，契合极高。杂灵根在修仙界意味着什么？灵气驳杂方修炼缓慢，都拿它当废材看。可现在，这本从死人身上翻出来的古卷，竟然告诉俺这身被人陷到骨子里的杂灵脉，正好能修这门术。这哪里是残卷？这分明是给俺这个废柴单独留出来的一条路。俺捡到的可能不只是一份遗物，而是一把专门替俺打开命运缝隙的钥匙。
夺属性灵根转熟，我这种极木土5星巨泉的杂灵根，灵气进了经脉，不得天天打架，谁也别想跑快。可这本混元干之术的开篇第一句就狂得离谱，我操！这意思，胆灵根是胆泄露小水管，我这杂灵根其实是无听中并发，以前不是废，是没装驱动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前辈大恩大德，晚辈沈有为没齿难忘。您放心，东西在我手里，肯定低调用。以后每年清明，晚辈都给您朝这边捎几个高配美女，再来点大元宝，保证牌面拉满。回城，立刻回城！开玩笑，兜里揣着灵石，还有上古绝学，谁这时候还敢在后山晃呢？路边就是摆着金砖，俺都不带多看一眼嘞。发财了！来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神。因5行之气分化有司，交织为王，沉于双目。资本家画饼还得等年底，这功法倒好，苦头全是现结。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混元灵焰2阶进化形态开启。虽然看的是挺清楚，但有些真相真没必要细到这个份上。这门混元干之术，等于把我灵眼里的年损、残留痕迹、隐藏属性全给抠出来。这下可不是简单的看物品信息，杂灵根算什么？多加几个外界设备，照样起飞。正好，拿你练练手。上古剑胚，剑意残片，这是剑哥能烫手的祖宗。这东西不能让人知道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一把中品灵剑都会叫人眼红，惹不起，真惹不起，得藏好。在我没到炼气起增之前，你就是根掏粪棍，谁来问都一样。老实睡着把小组成大佬，再来慢慢叛逆。干活去喽！今天再去那个方向看看，顺手捡点漏，中午争取加个餐。昨天那片地图捞的差不多，今天换个刷新点儿。混元灵眼2阶开。品相不错，长得还挺肥。隐患提示：叶背藏有3只银翅毒液，利用风法御养。修仙界的草都这么卷，一根破草还知道孤为保镖。第30组起火。刘伯要是知道我不到2天就把任务做完，怕不是得怀疑我背后有采药团队。时间还早，再往东边探1里，只探1里，不浪不作死。狗王守则：野外听见怪声，不管是美女喊救命，还是哇哇哭娘，一律先当索命陷阱处理。这破地方连正经兔子都少见，哪儿来的叫声？不会是画本里那种会学人哭的食人妖花吧？原来是只落单小毛团儿。抱歉了，小家伙，修仙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我自己都是外门贫困户，实在没闲钱也没闲命做慈善。你要是命大，下辈子投胎记得看路，别往带刺的东西里窜。烦死了，就当花钱积阴德。万一哪天我被雷劈，老天爷看在今天这事儿上能稍微劈外半寸。别乱动，再弄肠子都能被这破藤刮出来。算你命好，这可是我压箱底里高级医疗资源。行了，命保住了，药费不收你，反正你也逃不出灵石。咱俩就在这儿一拍两散，你回深山，我回外门勾着，以后有缘也别见了。喂，干嘛？光天化日，修仙界还有强行碰瓷的？下去！我这鞋虽然破，但也是要穿3年的，你弄脏了赔得起吗？哎，别往里钻，非礼啊！大哥，你赖上我了是吧？你看我像有钱养宠物的人吗？我去山塘打饭，扔片灵肉都舍不得夹，全靠干馒头度命。你跟着我，迟早饿成狐狸干。
情吧。看在你这一身办案还算纪律的份上，暂时当个挂件儿。以后叫你阿白，但先说好，等你上号能自己抓业绩，必须回后山，听见没？行了，少套近乎，老娘还要继续找宝贝呢。怎么了？发癫了？下面埋着骨头？300块下品灵石，我接1个月采集任务也才5块，这小东西随抓一把了，直接拔出我干5年苦力的钱，不，还得是全年无休那种。阿伯，我的好阿伯，原来你不是来碰瓷的，你是带资进组的呀！阿伯，我刚才说话声音大了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什么叫养不起？你既然跟我混，以后我的干馒头有我一半，就绝对有你一半。不，我吃馒头，你吃肉。这哪是灵芝，这是我下个月的退休金。你这到底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还是身上真装了个寻宝雷达？来，吃饱了干活，去附近闻闻，看还有没有这种散发着金钱味道的好东西。游戏，20块零食，乖乖，这买卖赚麻了。阿白累不累？腿还疼不疼？你这鼻子比弹林盘还好使。走，咱们去前面那片老林子再转一圈。这是捡了个会传奇的聚宝本。接下来的半个时辰，后山外围像被开了地图透视。阿白负责稳位锁点。一个定位快长青苔的石头缝里，左边定位一河的离谱，收了。前面那个臭水沟底下，捞了。臭是臭了点儿，但灵石不嫌臭。祖宗，你真是我的祖宗！吃，你敞开了吃。只要有我神友喂一口汤喝，就绝对少不了你的虎粮。灵眼配虎臂，穷鬼专属进货流水线。狗王守则第1条，绝不贪刀，见好就收。差不多了，再转悠下去，俺们都得变成高阶妖兽的晚餐。别说俺一个连起4层的外门杂役，就算把整个杂役处弟子捆成一串，都不够这熊一顿啃嘞！刘伯不是说有2阶妖兽活动痕迹吗？怎么俺直接撞到本子脸上？看什么看？2阶巅峰铁背熊，看一眼又不会少块肉，但我多半会少条命。这不是麻烦，这是阎王爷亲自上门取剑。我一个连起4层的小菜草，真被蹭一下，估计当场变成修仙界限定肉饼。大意了，真大意了！早知道刚才就不该谈到最后一块木灵晶，狗王翻车，全是穷兵黷法。别怕，只要你姐我还有一口气，就不让你这只寻宝雷达折在这儿。话是这么说，空地不能走，那师兄的主场，我冲出去就是自助加餐。就是你了！完了，这石头看着挺硬。结果也是豆腐渣工程，再来2下，
我就得跟他一起变成熊妖夹心饼干。扑通！什么情况？撞石头把自己撞死了，还是低血糖发作当场下线？真死了。一击毙命，2阶巅峰妖兽，连挣扎都没来得及。谁？到底是哪位货爹在暗中盯梢？这种人要是真想杀我，估计连剑都不用拔。不管你是谁，这位榜一大哥，你暗中刷火箭的行为确实救了我一命。但说真的，我一点都没觉得温暖，我只觉得我离死期好像又近了一步。不行，要命要紧！谁敢动大佬战利品，明天躺在地上被切口凭证处理的，可能就是我。多谢大佬救命之恩，胸是您的，屁是您的，胆也是您的，我这就滚。采药不够啊！我猎到一只低阶妖兔。后山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姓名、任务牌。外门弟子沈有为，交蛇尾草任务。怎么弄成这副鬼样子？后山讨饭去了？回刘伯的话，后山太可怕。弟子刚进林子没多久，就听见深处有兽吼，特别响，地都在动。我一害怕，掉进烂泥坑里，最后才勉强凑齐这些草。这也叫灵草？拿去喂宗门灵猪，猪都嫌塞牙缝。刘伯息怒，弟子资质愚钝，实在不敢深入。能活着带回来这些，已经尽力。您看，能算合格吗？30株劣等蛇尾草，任务勉强及格。这种质量，额外奖励你想都别想。保底2块，拿了赶紧走。下一个。多谢刘伯宽宏大量，多谢刘伯。2块怎么了？蚊子腿再小也是肉。诛仙任务不扣钱，保底工资拿到手，这叫完美控分。困啦，走，回家分赃。安全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血雨灵芝保底300，荧光草20，木灵晶45，碧水藕30，杂七杂八的边角料保守50-60，再加上现钱50，还有刚到手的2块工资，505块，加上我原来手里剩的0套，我的亲娘哎，资产破500了。这个不能吃，这是咱们未来的休闲基金。先拿馒头垫垫，等明天风头过去，姐姐去膳房给你换大肉包子，管够。别这么看我，现在艰苦奋斗，是为以后顿顿有肉。工资刚到账就飘了人，月迷通常要靠泡面度命，暴富之后最忌讳得意忘形，更何况后山那位帮一大哥还不知道是敌是友，真遇上铁背熊那种硬茬子，装死都赶不上热乎来。钱有了，
接下来就是怎么稳健的画深入内门长期苟活计划书。第一步，偷偷把修为推到炼气6层，对外必须压在炼气2层巅峰，伪装苦逼杂役。第二步，张孔灵岩2阶弄里，情报到位才能避开杀猪盘、捞怪物和各种路边飞来的狠货。第三步，半年后的外门年终考核，天选总有规定，外门弟子大考里混进前20名，就能获得晋升内门的资格。进了内门，灵气更浓，福利更好。最关键的是，治安强太多，不用天天往荒野屋子钻，也不用随时担心自己变成妖兽夜宵，也不能卡第20，不能考第一。第三步，万一有人年终顶包，目标第15名，拿到编制，勾进内门安全区。现在是战略储备期，灵石不能全捂着生字儿，得变成战斗力，变成保命底牌。当初一共接了3枚，我吃了1枚，突破到炼气4层中期。这1枚本来打算留着冲瓶颈，可昨天打不过啊，命没了，灵果留着陪葬吗？来吧，为了以后带薪磨残，老娘今天拼了！行吧，是我亏待员工。这是升级？这是在我脑子里塞个低配生物雷达吧？妙啊！以后去房市，别人靠嘴看价，我靠商家后台报价。废柴人设不能丢，这可是在外门行走江湖的免死金牌。师妹面生啊，是不是到突破关口？来来来，看我这刚出炉的极培元丹，丹香厚，药效稳，杂役弟子破境首选。师兄，这丹真管用吗？我资质差，咱3年的灵石才凑出一点儿，不敢乱花。师妹放心，我李麻子在坊市摆摊5年，靠的就是同狗不起。极品培元丹，15块下品灵石1颗，你买3颗，我给你算40块。40块，师兄，帮我买了也不值这么多啊！我还是去那边看看碎丹吧，杂质多就多点，吃50、60颗，总能顶上1颗完整的。哎，师妹别走，同门一场，相逢就是缘。这样，3颗丹，10块灵石，全当师兄做善事。10块，师兄，你便宜这么多，该不会丹药有问题吧？师兄，我身上就这2块，你要是愿意当残次品处理，我拿回去试试运气。罢了罢了，今天算我倒霉，拿走拿走，别到处说我坏了行情。这低阶空间玉转手卖给法器铺，至少7块，2块进7块出，修仙界搬砖也得讲究信息差。5块，不能再烧。神又行。看看。这个味道，昨天后山那头2阶巅峰铁背熊比翼切开喉咙时，伤口上残留的就是这股冷桑香，一模一样。那个藏在暗处举剑陪他倒着走在帮一大哥，而且离我只有1条巷子。哎呀，离谱！这分明是会走路的王威风引物。就这气场，刘伯站他面前都得自动端茶倒水。狗王守则第2条，遇见看不懂的危险语，不围观，马上撤。谁？哟喂，是我呀！我今天领了这个月的份例，还攒了几个铜板，去善堂换一小块妖猪肉。咱们今天搭伙吃顿好的。修仙界人人都穷，
世界自己都舍不得吃，却还想着分我一口肉。元儿姐，你这也太破费，咱俩这交情说这个干嘛？你这灶台也太凑合了吧？算了，咱们凑合煮，你歇着，我来。那怎么行？你那灵田比我任务累多了，真不累。刘伯看我可怜，给我一把好用锄头。出息！刚才碰见危险你装尸体，闻见肉你比谁都精神。吃吧，说了以后有我一口饭，就有你一口肉。吃饭啦！有为，你是不是会什么仙家厨术？这也太香了吧！有为，你做饭怎么这么好吃？这米一点苦味都没有，肉也嫩。我长这么大真没吃过这么好的饭。可能今天柴火旺。再说你买的米肯定新鲜，肉也好。废话，我那2滴灵泉水下去，猪饲料都得支棱起来。等我以后狗成大佬，天天请你吃高阶灵兽肉。有为，我今天去交任务，听见外门几个师兄在议论。议论什么？后山出大事了。昨天乱石林那边死了一头2阶巅峰铁背熊。2阶巅峰，那不是很厉害？可不是，刘伯带人去看了，说那熊是被一剑割喉的。有人说是内门某位深藏不露的天骄师兄在后山试剑。刘伯还发了话，让咱们杂役最近别往后山深处晃，万一打扰大佬练剑，怎么没的都不知道。璇儿姐说的对，我以后就在丙子号灵田里蹲着，外围都不去，谁爱去谁去。你呀，就是太谨慎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咱们没实力，老老实实做任务，攒点口粮最稳。晚上锁好门，后山最近不太平。知道啦，璇儿姐。吃饱喝足，干正事。这要是压不住，我废柴马家今晚就得当场去世。别人突破瓶颈，巴不得全宗门都知道自己是个天才，我呢，还必须用双手捂住，不让能发出一丝声响。给我憋住！而且这次是炼气5层的升级版，亮度堪比大功率探照灯，混元感之术，给我转，往死里转！经脉有被承包的风险。祖宗，别添乱，这是老娘的命根子，不是糖枣。想跑，都给我回去当孙子！凭什么资本家能把打工人压榨到骨髓里，我就不能把自己的灵气压榨回大腿里？活过来了。我去，我现在这手劲儿，要是去捏周浩的脖子，估计比拧麻花还轻松吧。这可是炼气5层啊，有资格冲击内门名额。像之前那个妖无阳为了恶霸周浩，全靠丹药堆出来了水火4层，都能在甲子号灵田横行霸道，收小火作为作福。而我呢，不仅是实打实的炼气5层，而且因为经过9转灵纹的洗净发髓，无形灵力的精冲度和储量，我现在要是走出去，绝对能把那些外门小霸王吊起来打，打完还能问他们服不服。木秀于林，封闭摧之，勾在土里才能安详发芽。修为炼气5层实大师，眼睛2阶混元灵焰，低配版生物情绪测谎器，这简直是方氏金货和避坑的绝版外挂。
存款500多块下品灵石，跟板儿一只自带迅爆雷达功能的一节春雪白虎，古董资产一并残缺减摧。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从一个随时可能被野猪撞死、被同门坑死、连个馒头都吃不饱的极品废柴，硬生生混成外门隐藏的超级土豪，简直赚麻了。可是一向遇见了那个黑衣剑修，不行，这点家底在真正的瓜舅面前连个响都听不到。而且巅峰的铁背熊啊，皮糙肉厚到能把外门之飞剑崩断，结果呢，人家连面都没露，一剑就给切厚，那切口冰滑的像切豆腐。距离外门年终考核还有整整3个月，目标依然拿到第15名，混进内门安全区，绝不当出头鸟。我要是顶着练气5层的修为跑到那种大佬面前蹦跶，估计也就支不支配给人家表演个单手捏木头。在那种怪物面前，我这500块灵石还不够人家买一瓶金疮药嘞。温中求够。完美。行了，别摇了，睡觉。明天还要继续去方氏和后山赚大钱呢。刘师兄来了！2星炼妖任务，他居然带回了妖兽内核。这种显眼包一般都死得快。刘师兄，你看那边，谁？沈佑威，就那个杂灵根废物。他最近邪门的很，先接丙字号灵田那种烂摊子，居然没死，后来又去后山采蛇尾草，每回都能采线及格。后山那地方，炼气3层进去都得掉层皮，他一个炼气2层，凭什么天天全虚全尾回来？炼气2层，5行杂灵根，有点意思，去探探他的底。明白。有杀气，不算强，但很烦。尼玛，周浩刚去粪坑再就业，外门霸凌小团体是批量刷新的吗？沈师妹，最近气色不错啊，连着交了2次后山任务，看来是找到什么发财路子。王师兄，你说什么路子？你干什么？王师兄，你不知道后山多吓人！我第1天进山就遇到一头长毛野猪，我吓得慌不择路，一脚踩进妖兽排泄坑，整个人都陷进去。后来那些妖兽嫌我丑，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我就是在那个坑边上扒拉几株长在石堆旁边的蛇尾草。真的，王师兄，我没骗你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问问。滚！别靠近我！你这蠢货，脏了我的眼！那王师兄还要看蛇尾草吗？我身上有点没洗干净的。留着你自己吃吧。真好骗啊！就这点身体素质，还想讨老娘的底儿？没完没了是吧？嘴上嫌我脏，心里还惦记我抖。刘天佑这种多疑毒蛇不会轻易松口，连气6层，真把自己当盘硬菜。刘天佑，天玄宗死亡笔之第2页，挂号。敢把手伸过来，我就让你去跟周浩抢同一个粪坑。白天那个少女明明怕得要死，却能在短短1息内把心跳、呼吸、灵力变动全部压下去，像一只贴着墙缝活下来的小兽。不起眼，
却敏锐的过分。外门倒是养出一只有趣的老鼠。这可是昨天熏退王屋的战袍，洗是不可能洗嘞。战略级装备必须原样保存，万一下一次还有人查户口，他能当场开打。睡吧，今天你姐带你见识荒野生存教学。王屋昨天刚被熏跑，今天又来个找死。刘天佑这狗腿子团队还挺讲究轮班儿。若是以前，我第一反应多半是找个烂泥坑把自己埋了。既然这么喜欢跟着，那我给你安排一趟沉浸式荒野求生。唉，这后山连根像样的草都没有，刘伯也太抠，2块下品灵石的任务非得让人往里走，千万别遇见大虫子啊！刘师兄也太谨慎，对付这种杂灵跟废物，直接绑起来搜身不就完了？等彻底没人，我就冲出去搜身，真搜出灵草灵石，我先喂下一半。天哪，这是赤血神！少师兄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后山又不是你家的，我怎么不能在？把刚才挖到的东西交出来！看在同门份上，师兄今天不打断你的腿，否则这荒山野岭多具被妖兽啃干净的尸体，刘伯也懒得查。不行，这是我拼命挖到的。赵师兄，你这是强强抢！外门什么时候讲过规矩？你这种废物也配跟我讲道理？妖兽！沈师妹，救命！救我！小孩子别看，太血腥，影响发育。我当然不会就找死，我又不是修仙界慈善大使，找死自己踩进妖兽窝，证据清晰。我沈有为只是一个被吓得滚到石头后的柔弱杂役，柔弱无助且合理。后山每天都有东西死，多一个找死儿不稀奇。回头交任务用，不能空手。拿2把烂草回去。跟踪我，先问问刺猬溪答不答应。他原本是刘天佑派来给赵四放风的接应，谁知道刚摸到外围，就听见前面传来赵四的惨叫。那声音不长，只叫了半截，就像被什么东西硬生生咬断。让你去接应个废柴，你就把自己弄成这副鬼样子。刘师兄，那条路不能走，那里是2阶刺猬系的领地啊！赵四连个全尸都没留下，全被嚼碎了。刺猬溪，那沈佑书呢？那死丫头肯定没往深处走，她要是真进去，骨头渣子都剩不上。她肯定就是在外围采狗屎运，捡了几根破草。一个炼气2层的杂灵根，遇上2阶妖兽，能活半息都算祖坟冒青烟。罢了，一个外围捡垃圾的穷鬼，不值得浪费人手。以后别管他，晦气。就这脑子，还学人玩盯梢？有为，你在吗？快关门，我给你看个好东西。你看，1阶火符，我今天去访石油咬牙买下来的。这得花不少灵石吧？30块下品灵日，我这2年多接任务攒下来的，基本全搭进去。但马上就是外门大考，有这张火符防身，我说不定能混进前50名。好家伙，30块灵石买个一次性打火机，不能直接砸。轩儿姐这会儿满心欢喜，一句话说中了，先碎的不是符是人。元儿姐，你在哪个摊位买的？周掌柜那儿啊。他跟我说这是前朝留下来的古符，威力比普通火符还大，还说看在同门情分上给我打了8折呢。轩儿姐，这里的朱砂怎么一碰就掉粉？
周掌柜说了，这是古符的岁月痕迹，说明它有年头。岁月痕迹，这话术放前世，至少也得是个卖保健品的销冠。书上说，霍夫的符文得连起来，令器材才能走通。你看这条红线是不是断了？哎，好像真断了。会不会是画符的大能当时手抖？玄儿姐，你这是被骗了，还帮骗子写售后说明啊！还有这里，霍夫诸祸，哪怕没激活，阵眼也该有点热意。你摸摸，这符烫不烫？假的，他骗我，30块零食了3年的大粪，中了3年的灵天啊！玄儿姐，别哭，把符收好。收好有什么用？钱都打水漂了。那个姓周的在坊市混了10几年，专坑咱们这种外门穷弟子。偏偏他手底下还有几个炼气3层的打手，谁敢找他退货啊？有为，你别冲动，咱们俩去闹就是送死。他一句买定离手，概不退合，就能把咱们打发了，废掉都没人管。废掉？明天早时带上这张破符，咱们去找他退货。有为，你真别冲动，那周掌柜不是好惹的。放心，有我呢，保证让他连本带利吐出来。哼，敢坑我朋友！访视周掌柜，死亡笔记第3页，请进。单间已备好，欢迎入住。有为，要不咱们算了吧，那个周掌柜认识不少混子，咱们惹不起的。雪儿姐，那是你挑了3年大粪攒下来的灵石，你能咽下这口气？你挑过了大粪都不答应。可是他有打手。有打手又怎样？房子里最多的就是穷鬼，谁都怕自己买到假货。你按我昨晚教你的事情闹大，他就不敢动了。这可是上古遗迹外围挖出来的宝贝，只要50块下品灵石，保你用到内门。周掌柜，你退钱！你这臭丫头乱喊什么？买定离手，坊市的规矩你不懂吗？稳住，别怂！你卖的是假货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前朝古符，就是用过期朱砂画的废纸。找茬是吧？我周某人在坊市做生意10年，靠的就是信誉。你再敢胡说八道，别怪我不念同门之情。大家快来看啊！卖假货还想打死人了！30块灵石的符是划断的，这还有没有天理？预告：对太阳，按计划喊。大家看，这条红线中间全断了，还有这里，阵眼一点灵气波动都没有。哎，还真是断的。朱砂颜色都发黑，少说放10年以上吧。好家伙，这哪是火符？那就点炉子都嫌它不敬业。周胖子，你这摊位不会全是这种货吧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可能是我手底下伙计拿错货。师妹别急，师兄这就给你退钱。拿好，慢走不送。3年大粪前，终于回家了。雪儿姐，他30块灵石的符都造假，你看摊子角落那块破石头，肯定也是捡来骗人嘞。这话不是卖东西，这是当众拆招牌。还真别说，那堆东西看着都不太靠谱。刚才那个阵盘不会也是假的吧？我就说50块买上古阵盘，哪有这种好事？放你娘的屁！这是我从上古洞府外围收来的古玉，就算蒙尘，那也是实打实的老东西。那么好，怎么丢在角落里？黑乎乎的，跟泥冰一样，白给我都嫌脏。顶天了也就值2块灵石。5块，你掏5块灵石拿走，回去洗干净，好好看看到底是不是真货。5块就5块，我买回去压酸菜缸。有为，你买那块破泥干什么？那个周掌柜就是骗子，那肯定也是假货啊。没事儿，小二姐，我就当买个教训。主要是能把你这30块银丝拿回来，我花5块买块石头听个响，也值了。
不懂欣赏，这叫低调奢华有内涵。一层很厚，不像自然粘上去了，更像有人故意用蜜发封了一层壳。这是一块很普通的青玉，若不用浑圆灵眼看，丢在路边都没人捡。5块下品灵石，5块灵石就拿下了，买到筑基后期检修残留建议。我现在灵力够厚，反应够快，眼睛也够好使，可真要跟人拼命，手段还停留在抡锄头砸后脑勺的朴素面。5块灵石，这回报率抢钱都没这么快。狗网守则第1条：天上掉馅饼的时候，先看饼里有没有毒。别碰我！那道筑基后期检修留下了建议，虽没了主人操控，可骨子里的锋芒和傲气还在。他不觉得一脸气气小杂者配碰他，更别说吸收他。真他妈以为老娘是你捏的？老娘连资本家的毒打都没跪，你一把退休老贱气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给我吃！来，今天不是你把我劈了，就是我把你吃干抹净。是海中，五彩光网和白色剑光狠狠撞在一起，没有外界能听见的巨响。1炷香，2炷香，终于，是海中那道原本狂暴的白光速度慢下来，它的锋芒不再乱劈。活下来了，行了，没死呢。别好，不知道了还以为你既准备几串馒头库存。这道建议没有让我直接学会什么高深剑招，更不可能让我原地变成筑基剑修。它真正带来的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战斗直觉。这要是配上一把好剑，再加上我练气5层的灵力，我是不是能悄无声息把那个水花给嘎了？不行，危险发言，冷静。狗王第一要诀，不能有点歪挂就出去了。比如那个冷速香剑修，按这点进步放到修仙界里，最多算刚从新手村捡到一把烂桩，膨胀个屁，活着才有输出。这5块灵芝花得太值，不是挥剑乱砍，而是看见破绽，抓住瞬间，一击到位。之前浑圆灵眼看过，强行接风，轻则反噬，重则当场暴毙。不行，忍住。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强行接风会暴毙，暴毙了就没有灵石，没有饭吃，没有未来，也没有躺平退休。等我练气气重，老娘一定把你拔出来。今天不用交任务，难得能喘口气。旧衣裳被冷汗浸透，贴在身上，难受得很。不对劲，太安静。往常这个时候，咱一出大院早该抄成菜市场，有人抢任务牌子，有人为半块银纸连骂娘，还有人蹲在墙根啃冷白头，边啃边抱怨宗门不当人。原本计划控分拿第15名，低调混进内门。有为，出大事了！萱儿姐，慢点说。今年的年终大考规矩全改了，往年只看修为和种植任务总评，今年不一样。今年所有报考内门的弟子全都要进绝命谷进行实战淘汰。那地方以前只给内门弟子历练，外门弟子进去是真的会死人的。是真的会死人的。好，
好端端的种田收菜考试，宗门一纸通告，直接改成荒野求生，绝命谷。雪儿姐，这里人多嘴杂，先回屋说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往年大考，只要种满30亩灵田，修为达到炼气3层，就能稳进前50名。哪怕进了内门，也只是做个洒扫袋子，好歹还能活。可今年变成绝命谷实战，那里面全是毒瘴和2阶妖兽，听说深处还有3阶的活物。有为，要不我不考了，我继续留在外门挑粪也行。雪儿姐，你想留，宗门让你留吗？通告上写了，满3年未入内门者，全部发配黑风岭挖灵矿。那地方是什么情况，你比我清楚。距离大考还有整整1个月，你手里现在有这30块灵石，别再买什么古符古玉、前朝老祖宗的传家宝，全换成回春盘和1阶土遁符，还有解毒散，越基础越好，别图花里胡哨。绝命谷再凶，只要咱们不往深处走，不跟别人抢高分妖兽盒，尽量苟在外围边缘熬时间，总能多一条活路。对，我不求名次，只要能活到考试结束，哪怕倒数第1，也比去黑风岭强。有为，这1个月咱们拼了！白天做任务，晚上我连觉都不睡，死也要冲一冲炼气3层。雪儿姐加油！我也多花点时间练练我那点炼气2层的皮毛。原计划废了，原本打算在年终大考里崭露炼气2层巅峰的修为，靠种田任务和局面分精准控到第15名，低调进内门，完美混吃。结果宗门直接改版本，生活玩家被一脚踢进 PVP 战场。炼气2层进去那不是考试，那叫送快递上门还保佑。皮套得往上提一提。炼气4层，在几百个外门弟子里，炼气4层不上不下，最墨迹一点，不会弱到谁都想踩一脚，也不会强到让人觉得身上有油水，安全。这就是修仙界路人甲的黄金配置。别看，这是老板续命用的，不是员工零食。换做普通杂灵根，这一下少说也得经脉开裂，躺床半个月，但有混元感之术，无形灵力在体内交织成网，将暴躁妖力碾碎，强行融入丹田。来，今天不把你榨干，算我对不起这颗果子。白天继续装穷装可怜去后山外围做任务，从草窝里薅出几株不起眼的灵药塞进竹篓，别人看是倒霉废柴拔草，实际上俺是白天装弱，晚上爆感。继续炼化药力，青灵果残余药力被榨得干干净净。炼气6层，成了。呀，炼气6层，压到5层，再压到4层半，最后稳稳卡在炼气4层出血。完美，这波不是装弱，这是风险管理。没人，够偏，适合偷偷练手。就这准度，刘天佑那个水火的脖子应该比这石头好切。冷静，低调，狗王不能有点输出就飘。不过刘天佑在我的死亡笔记上，真要在绝命谷里遇上那群找茬了，我不介意顺手帮宗门清理一下违规垃圾。冷得像有人把一整座雪山山压进石海，更可怕的是，那声音里没有杀意，只有失控之后的恐。那方向是内门深处，也是那个身上带着冷松香气的首席大弟子常去的禁地一带。这剑名不对劲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神仙打架，路人快跑！开什么玩笑！我才刚突破炼气6层，连皮套都还没穿热乎，就去凑筑基大佬的热闹，嫌自己穿越这几年活得太舒坦。走走走，回家睡觉。大佬发疯，别溅咱们一身血。
练习虚。都让让，你瞎了眼了是不是？没看见刘师兄过来了吗？刘师兄，今年这大考改成绝命谷，对别人是催命符，对您那可是升仙梯呀。那是自然，往年种田算什么本事？修仙界实力为尊，绝命谷这规矩简直就是给我量身定做的。今年外门前3，非我莫属。谁要是敢在谷里跟我抢妖兽核，可别怪我手里的剑不长眼。谁都知道6天要考把修为硬顶到炼气6层巅峰，他许不许会死？能不能当个杀人又是另一回事。在绝命谷那种没王法的地方，真撞上他，死了都未必有人查。哟，这不是咱们外门出名的长寿树沈佑威吗？谁要是敢在谷里跟我抢妖兽核，可别怪我手里的剑不长眼。谁都知道6天又靠禁药把修为硬顶到炼气6层巅峰，根基虚不虚是一回事，能不能杀人又是另一回事。哟，这不是咱们外门出名的长寿树？听说你也报名大考，怎么舍不得离开宗门，想进谷里给妖兽当加餐啊？六师兄，我就是去凑个热闹，只要能在外围活下来，我不求名次的。凑热闹，有些废物就别来丢人现眼，到时候别被毒蚁咬一口就吓得尿裤子，连求救玉牌都来不及捏。刘师兄教训的是，我一定躲得远远的，绝不碍您的眼。不敢不敢。外门前3，非你莫属。那我提前祝你在绝命谷烂得连骨头渣儿都不剩。锋线官吏，更新万乘。大考马上奔奔，别人忙着挪刀，我得先写一份绝命谷低调篝火方案。这才是修仙界狗王的职业素养。能赢不算本事。赢完还让别人觉得你祖坟冒烟，才叫技术活。绝命谷人多眼杂，绝对不能展示真实修为，必须让人觉得我是靠狗屎运混进去的。遇到麻烦先跑，跑不掉砸迷药，实在必须动手，也要伪装成意外反杀。战斗可以赢，履历不能太漂亮。看什么看？这也是你的保命准则。绝命谷里，咱们走稳健溜打法，不搞热血送头那一套。对，能捡漏就不硬刚，能绕路就不拔剑，格局打开，命先留住。大考在即，方氏物价翻了整整3倍。你平时没人要的下品止血草，现在都敢卖2块0食一株。劣质止血草药性67成，假冒解毒散，主要成分石灰粉，残破俘虏，激活后大概率炸手。2手护腕，上一任主任死因不明，有异味，全是坑，连坑都挖得不讲究。物品名称：玄龟软丝内甲破损版，隐藏属性：表层被2阶妖兽毒血腐蚀。修复方案：用清水洗去毒血，可恢复80%防御力。好东西，而且是保命的好东西，能当一下要命的。虽然不能当免死金牌，但至少多一份保险。老板，这铁片子怎么卖？
10块下品灵石。10块？你这上面连灵气纹路都没平，拿去凡人灶台切菜都嫌钝。爱买不买？那这件破布条呢？臭烘烘的，拿回去擦地都嫌味儿大。 5块灵石，抢钱你！1块灵石，不买拉倒。你这丫头砍价往大动脉上砍呐，最少3块。1块半，多一个字儿我都不出。回来！1块半拿走，赶紧滚！行吧，买回去垫床脚。 体式东西软贴合，穿在身上没有重量，外面再罩一件肥大的杂衣服，半点异样都看不出来，不影响身法，很好。左边放符，右边放药，最贴身的袋子里放真正救命的东西。一切都要顺手，真遇到危险，慢半秒都是在给自己烧纸。 乖，这次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去，听话。乖乖在屋里看家，针盘我开到最大多路，没人进得来。要是真有人硬闯，你就钻地窖，别逞能。等我回来，回来给你加餐。 明天开始演习，第1名太招摇，前10名太扎眼，吊车尾又容易被人踩。目标第18名，不高不低，刚好踩在最没记忆点的位置上，完美。有喂，我腿有点不听使唤。璇儿姐，深呼吸，你就当是去后山挖个大点的粪坑，粪坑里有虫子，咱绕开走就行。加油，咱们一定能活着出来。我尽力不点滴。 不点滴那是必须的，点滴容易被执事长老拎出来当反面教材。第18名才是黄金席位。刘师兄，今天看您的了。哼。想退缩，想弃考，晚了。宗门不养废人。往年外门大考分灵力测试、功法考核、擂台实战3轮，但今年废了。那些软绵绵的花俏子考核全给我废了。修仙界弱肉强食。 实战才是唯一的规矩。果然，大纲没骗人，这破宗门就是在养蛊。规矩听好，第1步，挨个上前摸碑测修为，屋内存活7天，且抓获妖兽和数量排名前50者入内门。现在考核开始。
大人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下一个，李轩儿。李轩儿，炼气3层初阶，合格，领玉牌，去后方传送阵站好。下一个，沈佑威。沈佑威，炼气4层初阶，修为倒是勉强够看，可惜根基太虚，胫骨也是送死。拿牌子，走人。多谢执事师兄，多谢执事师兄。完美，这波伪装堪称教科书级别。恭迎仙驾。不知仙驾降临，有失远迎，罪该万死。那个在后山一剑秒杀2阶巅峰铁背熊的杀神顾渊，我操！你一个内门收服大弟子，天天闭关修炼不好吗？这种级别的大佬空降外门，绝逼没好事。他来干什么？他那晚在方石巷口该不会真的记住我了吧？他不会是来专门顶我的吧？勾住了，我就说，堂堂内门首席，怎么可能专门顶我这个面黄肌瘦的小杂友？巧合，一定是巧合。哟，这是被哪个魔头吓破胆了？脸色白得跟纸似的。我没事，可能是刚才一次性放出炼气4层的灵力。有点透支。肃静！顾渊大师兄此次下山，并非只是来看你们过家家的。大考期间，大师兄会亲自作为监督者，引入绝命谷，巡视整个考场，重点排查动用违禁丹药、作弊法器之人。当场格杀！大师兄亲自巡考，那要是我们在谷里遇到危险，大师兄是不是会英雄救美？有哎，太好了，有大师兄这种杀神镇场子，那些平时横行霸道的人肯定不敢乱来。咱们在谷里只要躲好，熬过7天，说不定真有戏。好个锤子！这哪里是镇场子？这分明是给地狱副本加个活体监控！不行，原本想着刘天佑那帮人要是找茬，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武力超度。现在看来，绝对不能动手。哪怕刘天佑把脸伸过来让我打，我都得说一句：师兄您打偏了，要不要换一边？绝命谷里能跑绝不打，能绕绝不砍。真要动手，也必须懂得像天灾路过，一点人为痕迹都不能留。古渊再强也只有一个人。绝命谷绵延上百里，地形复杂，毒雾瘴气到处都是。他难道还能长几百双眼睛，同时盯住所有人？哼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
只要手脚干净，不留痕迹，他顾源就算查也查不到我头上。这春货要是知道顾源能隔孔喵拐，借他8个单子，也不敢在这里开卖。不过刘天佑这番话也提醒他，绝命谷里妖兽好多，人心难防。所有达标弟子，前往传送大阵集合。此去绝命谷，生死由命，尔等好自为之。但记住，玉牌一碎，考核失败，下半辈子就去黑风岭挖石头吧。有为，进谷以后，如果咱们能碰上，就组队。雪儿姐，记住我昨晚跟你说的话，不要管什么任务，也不要抢什么妖兽盒，找个安全石头缝，撒上除味粉，死也别出来。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记住了。谷内7日，若有人借考核之名，行同门相残、杀人越货之事，本座不介意亲自清理门户。这话到底是在警告谁啊？难道他真发现我准备反杀刘天佑的计划了？不应该啊，我日记都用前世拼音写的呀。算了，管他警告谁。只要我跑得够快，麻烦就追不上我。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进阵！绝命谷狗王落地第一件事，必须得跑。混元令焰开。5品名称吃养草，1阶商品状态，年份不足，夜宵602成。大家都是练气4层，谁怕谁啊？有本事动手！1阶吃养草，方式里称是15块下品零食，3个人抢，平均1人5块。5块零食，连好点的解毒丹都买不起，倒是够买半块棺材坡。穷鬼何苦为难穷鬼？2阶初级妖兽黑甲毒蟒，状态极度饥饿，危险程度一口1个炼气4层，骨头都不用吐。吃养草必须是我的，少废话，看剑！感谢3位壮士用生命吸引火力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妖兽，2阶妖兽，救命！我的腿被咬断了，快捏玉牌！我就知道，这破宗门把几百号只会种地的外门弟子丢进来，根本不叫考核，这叫给绝命谷妖兽加自助餐。就你了。安全上垒。
够劲儿！这味儿别说妖兽，蚊子飞过来都得谢艺术。刚落地是最乱的时候，有人急着抢资源，有人慌不择路逃命，还有人觉得自己天命加身，恨不得杀穿全场。这些动静会把附近妖兽全刺激醒。前3天谁出门谁是傻子。先鼓3天，让那些头铁的自命不凡的想冲前50的猛人先跟妖兽互相消耗。等3天后，该淘汰的淘汰，受伤的受伤，该灵力减低的灵力减低，到时候资源争夺才会缓下来。后半程再出去，专挑被打残的妖兽尸体，被遗漏的犄角旮旯，还有没人看得上的破烂角落，混元灵眼一扫，精准简陋，低调发财。叫得这么惨，多半是撞上2阶妖兽。刚落地就抢资源，这不叫用，这叫千里送人头。妖兽听了都说一句谢谢宽待。高阶爆裂斧都赔了，这是急眼了。爆裂斧威力大，动静更大，这一下赔出去，附近妖兽不来都显得不合群。不用猜，分赃不均，同门互殴，修仙界吃鸡，最怕队友突然开麦。五品名称：南光台，状态：承受期，长势技甲，隐藏属性，罕见3阶炼丹辅材。2块灵石，这哪里是避难破洞？这分明是祖师爷给我开的隐藏提款机啊！都别拦我，老板要开始发财了！2块灵石，4块灵石，8块灵石，16块。兄弟，撑住！你负责吸引火力，我负责替修仙界资源合理流通。30斤300两，绝命谷真是个好地方。外面负责打生打死，我负责勤劳致富。只要是在外面，为这600块灵石，几个炼气后期弟子能把脑浆子打出来。财不外露，墙皮也不行。
太愣，太不讲理。这种连天地灵气都一并斩断的剑意，顾源那个一剑把2阶巅峰贴背熊钉死在乱石堆里的杀神，他真的在训示考场，而且看这架势，绝不要随便路过。大佬巡山，凡人多好。吃鸡第1拳度差不多所完，没本事嘞，基本已经捏碎玉牌回家等着挖矿。有点本事嘞，现在应该躲在犄角旮旯里填伤口。至于那些想冲前10的猛人，估计也打累了，正在琢磨怎么组队坑人。开工！这地方明显第1天就打过一场，胜者走的匆忙，要么看不上边角料，要么没命看。断裂里白天披剑，精铁打造，内部铭刻里坚固符文已存坏1/3，隐藏价值：剑柄末端配重球内藏有2颗下品灵石。这年头还有人把私房钱藏剑柄里？导游走好，你的遗产我会替你发扬光大。造孽啊！明明掐叶子就行，谁一脚连根带泥全给踩碎了。不会采药可以不采，糟蹋资源要遭雷劈了。被炸碎的地阶储物袋残骸，残留物品：3粒劣质辟谷丹，半瓶聚气散，药效61成，1张烧坏半截的神行符。半瓶聚气散也是聚气散，拿回坊市卖给周掌柜那种黑心商人，少说能换5块灵石。朱砂还行，回去刮下来兑点水，画2张除尘符，不过分吧？上一任主人患有严重脚气。打扰了，捡漏归捡漏，底线还是要有的。这哪是绝命谷，这分明是进货渠道。这切口，这冷意，太熟了。这分明就是昨天夜里顾源在天上随手挥下一剑留下的现场。这里肯定没好事，很可能还藏着剑意。就算藏的再好，被剑意蹭一下也够喝一壶。高能领域警告：物品名称2阶初期妖兽核，风属性2阶妖兽疾风狼。该妖兽被高阶剑意灭杀神魂仅留核心。2阶妖兽核还是风属性，1颗2阶妖兽核，在这次大考规则里，相当于5颗1阶妖兽核的积分。如果拿去坊市卖，风属性这种稀罕货，少说也能卖上100块下品灵石，上100块。
大概昨夜某只倒霉的2阶疾风狼正好路过，或者正在追杀某个外门弟子，结果碰上顾源巡考。顾源那种级别的大佬，随手一剑下去，狼没了，树裂了，地皮秃了，只剩一颗妖核安安静静躺在泥里。偏偏顾源连看都懒得看。堂堂内门首席，怎么可能为区区2阶初期妖核弯腰？这世上还是好人多，尤其是那种杀怪不填包，只负责倾吐的大好人。谢谢好心人替我打工，您负责大杀四方，我负责善后回收。规矩说得很清楚，谷内存活7天，妖兽和数量排名前50者入内门。根据我考前花5块下品灵石从山堂老张头嘴里抠出来的历年数据，往年外门大考虽然考法不一样，但折算下来，前50的门槛一般在7到8颗1阶妖兽核。今年突然改成绝命谷实战，伤亡率直接拉满。刚落地那3天，光我看见捏碎羽派跑路的就不下数10个，更多倒霉蛋估计连羽派都没来得及捏。所以今年分数线肯定降，顶天了。6颗1阶妖核，稳进前50。2阶妖兽核按宗门兑换比例，1颗顶5颗1阶妖核。白嫖的果然最香。还得进点货，不能碰高阶嘞。最好找几只1阶初期年老体弱下眼瘸腿的低阶妖兽，凑2-3颗1阶妖核，这样总负8分左右，看着像9死1生混出来的成绩。到时候这颗2阶妖核就说是一群人混战妖兽，我躲坑里捡漏摸来的，再配几颗1阶妖核，证明我也不是全程摸鱼。衣服撕烂点，脸上抹点妖兽血，头发抓乱，主打一个命硬倒霉，祖坟轻微冒烟，合情合理。绝命谷外围除疾风狼这种硬茬子，最多的就是长毛鼠、遁地猪这种1阶战五杀。东北方向，3团狂躁的人形灵力猿正以极快速度朝这边逼近，距离不到100丈，而且不是直线乱跑。3团灵力一左一右一正前，像4把脏刀，正贴着林子往这片焦土合拢。那灵力猿上还缠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血杀气。外门第一人刘天佑，他身后跟着2个满身是血的狗推子，那几股灵气不像妖兽临死前的浊气，反倒像刚从修士护体灵光。昨晚这边动静最大，那剑气隔着2里地，都差点削掉我的头皮。我猜肯定有高阶妖兽在这里被那位杀神大能斩了。哼，大师兄是什么身份？他来巡考是为抓违规的。这种低阶妖核，他连弯腰都嫌脏。哼，给我搜！要是能白捡1颗高阶妖兽核，咱们这趟就没白跑。师兄，这里好像有人动过。如果这3个幻真敢扒开这片棺木，保证他们临死前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是自己喷出来的血。师兄，难道有人抢在咱们前头捡了漏？不会还躲在附近吧？哼，哪个不要命的敢在这种地方久留？估计是哪个走狗屎运的杂役正好躲在附近。天亮后想摸点妖兽材料，结果刚扒开泥就被残留剑意吓破胆，连滚带爬跑了。看着痕迹乱得跟狗刨似的，哼，仓皇得很。师兄英明啊！
我就说嘛，咱们一路赶过来，连个鬼影子都没看见。这绝命谷外围的人，估计不是死绝，就是全当了缩头乌龟。哼，行，落迹必幻，你开心就好。摇壶花，晦气，白跑一趟，连根妖兽毛都没剩下。休息半个时辰，等这片毒雾散一散，再换方向。师兄，您喝水。少献殷勤。把这几天的收成拿出来，清点一下。师兄您瞧，那群只配在灵田里刨土的废物，还真以为躲起来就没事儿。昨天下午那两个还想合伙反抗，结果被师兄您一招烈火咒烧焦半截身子，当场跪地磕头，把储物袋双手奉上。还有早上那个李瘸子，跑得倒挺快，被我一刀砍了腿肚子，直接滚进毒泥沼。这已经是咱们摸来的第8个人，再算上咱们自己顺手杀的2只风灵兔，手里已经有10颗异界妖兽核。师兄，这成绩别说进前50，前3都稳啊！等进了内门，您肯定是重点培养弟子。瑶河上沾着妖兽波气，也沾着新鲜的人类修士血血。那2个储物袋封口处还掺着刘天佑烈火咒烧过的灵力痕，乱、腥、脏，一眼就知道不是正常得来的东西。真是穷凶极恶，8条人命加一堆伤残，大家都是外门底层，都是来混口饭吃的。你倒好，直接把考核玩成屠宰场。10颗，前3，哼，不够。你们以为我这次下狠手，只是为几个内门名额？我是要趁这次绝命谷，把外门那些碍眼的东西全扫干净。甲字号灵田的赵大光，仗着管事护着，没少落我面子。执法堂跑腿的林峰，之前查过我的违禁丹药。还有那几个敢偷偷举报周浩的刺头。对了，那个废物沈佑威，要是遇上，也顺手解决了。吃瓜吃到自己头上。沈佑威，就是那个炼气4层初端，走2步都喘的病秧子。师兄，那种废物估计进谷第1天就被毒虫咬死了吧？还需要咱们动手？哼，那女人虽然废，但运气邪门的很。每次去后山那么危险的地方，都能全身而退。上次借着掉进粪坑躲过清算，我不信命，但我讨厌变数。他那张永远唯唯诺诺的脸，看着就让人心烦。别管他死没死，只要见到活的，先打断腿，割了舌头，扔给疾风狼加餐。我倒要看看，这次还有没有粪坑给他跳。哎呀呀，刘天佑啊刘天佑，你在外门作威作福久了，真当自己是天王老子，在绝命谷杀人越货，还想毁尸灭迹，你是真不怕古元那位货爹呀？现在看来，你这是非要把路走窄。既然你想把我喂狼，那我不给你安排个风风光光的葬礼，都对不起你这份周密计划。走，去东边赤岩沟。既然古元货爹发话要清理门户，那我这种热心好市民帮忙收集点证据，很合理吧？但用来对付刘天佑这种刚刚施展过烈火咒，身上还带着违禁丹药活毒残恨的人，刚刚好。你的黄泉路我不亲自送，但一定给你铺得平平整整。
300步，不多不少。这个举例，别说六天有这种靠禁药催出来的虚浮炼气6层，就算他真是个根基扎实的天才，也休想察觉到我半点气息。那些管灵田的废物最怕死，赤岩沟地形复杂，山洞多，他们肯定抱团躲在那里。正好，省得我一个一个去找。嘿嘿嘿，师兄高明，等把他们都清理干净，外门就是您说了算。还没进内门呢，就开始做外门土晃晃的梦了。5品命成，2阶初期妖兽赤牙豹，状态灵帝意识极强，极度易怒，刚进食完毕，正处于浅层消化期，感知力提升3成。缘分啊！刘师兄，你不是喜欢找人加餐吗？这头2阶赤牙豹看着胃口就挺好，借刀杀人还得找刀，借豹杀人就不一样了，纯天然无污染，还不用它报销零食。没有古猿的建议残留，暂时安全。位置妖兽阴幽分，方式坛饭用各种低阶性丑妖兽血混合而成，其为此弊，极度拉仇恨。好家伙，这味儿够正宗，摊主没少往里掺脏东西。只要3人从那里踩过去，气味就会被踩开，沾上血滴和衣背。不仅如此，粉末被风一扯，那股廉价又挑衅的血腥味儿一路拉向赤焰沟乱石堆。观音溪9尾，防护罩拉满，刘师兄的绝命谷特别节目马上开播。奇怪，师兄，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有？这破地方到处都是腐烂味儿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嘿嘿嘿，就是张六，你少一惊一乍的。二阶妖兽，我的腿！师兄救我！救救我！师兄救我！孽畜，去死！怎么会这么强？吃瓜归吃瓜，命还是要惜的。真硬，硬得像房市黑心摊主的良心。
兄为什么放着老弱病残不吃，偏偏来找我？运气真不好呢，刘师兄。畜生，这是你逼我的！高位五品警告，外门第一人的家底儿果然不是普通穷鬼能碰瓷来，这种官职不都能搞到手？给我死！狗王守则第一条：敌人莫滚远之前，地上的钱也不能捡。打的可真惨。五品名称：一阶疾风图手鹤，状态完整，隐藏属性被赤牙宝当作饭后零食储存，未被污染。傻怪不填包，刘师兄这思想觉悟真让人感动。大自然真是个神奇的自动提款机。哼，你只管下药，剩下的交给缘分。加上之前摆钱的那颗2阶风属性妖核，现在手里相当于捏着8个积分。8个积分，不高不低，只要后面包装的好，完全可以伪装成9死1生混进前10的合理成绩，简直富得很低调。刘影视残片虽废，但还能留住一点灵力波段。对付刘天佑这种刚用过烈火咒又动过玄雷珠的人，刚刚好。完美，有凶手遗留了火度残痕，有被害者的遗物，还有记录灵力波段的刘影视。这锅你背的一点都不冤，毕竟人是你抢的，伤是你打的，命也是你想收的，我只是顺手把证据链补得体面一点，主打一个热心市民协助执法。算算时间，刚才玄雷珠动静太大，附近妖兽或者其他参加大考的狠人，说不定已经在赶来的路上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昨天夜里那种被人盯上的毛骨悚然感又来了，而且这次比之前更近。别慌，稳住。只要我们看见他，他就只是路过北京班。太干净，干净的像有人拿着尺子
一寸一寸把证据钉在该冲线、该出现的位置。炼气4层，哼，倒是会装。那股冷怂香气，绝对是古猿留下的剑意余味，哪怕只是路过，都压得人后背发凉。好在我跑得够快，演得也够真。那副被玄雷珠玉波吓破胆、连滚带爬逃命的小废物模样，主打一个真实自然，毫无表演痕迹。现在不是自己吓自己的时候。大考已经过半，活干的差不多，也该算算绩效。绝命谷存活7天，妖兽和数量排名前50，就能拿到那门编制。前几天光是我路过看见了尸体，还有被捏碎的传送玉牌残骸，就不下几十个。分数线肯定跳水，10分左右，绝对能进前50。但问题是，我不想拿倒数第一。倒数第一听起来太像擦边球，容易引来外门直系长老盘问。不过2阶缝合不能见光，这东西带着古猿剑意残痕，价值又高，拿出去交拽太扎眼。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以后找机会去黑石换灵石，所以明面上的答卷还是得靠1阶要合成场面。接下来3天不捡破烂，转行做精准猎人。群居类不打，带毒类不打，脾气暴躁吃饱了撑了没事干嘞绝对不打。只找那种老弱病残，最好走在路上都能自己摔一跤的妖兽下手。今日任务4颗1阶妖火，要求低风险、低道性、低存在感。工作模式启动。这玩意儿虽只有1阶，但皮厚的像城墙。就是现在！主打一个趁你病，要你命。第9分，工作使人快乐。物品名称1阶木灵蛇，状态蜕皮期，全身鳞片软化，极度虚弱。处于长达半个时辰的僵直状态。大家都不容易，忍一忍，很快的。第10分到手，顺便还免费收获1张完整木灵蛇皮，拿回去做内夹层，防潮又保暖，这波不亏。真实总价值12分，明面较考7分，不多不少，刚好卡在我预想的安全线内。如果分数线正常，7颗1阶妖核足够进前50。如果出了意外，我还有2阶缝合这张底牌，但不到万不得已，绝别不拿出来，这东西不能见光。终于要结束了，明天一早大阵开启，我就能回我那间虽破但很安全的茅草屋，熬过今晚，万事大吉。李玄儿，那个把我当真朋友，剩下半个月口粮也要分给我1块妖猪肉的傻姑娘，那个被黑心商人骗了30块灵石，只敢躲在角落里哭的胆小鬼。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一个炼气3重的废物，拿着这些东西也是浪费。乖乖把储物袋交出来，说不定我还能饶你一命。再敢喊救命，我就先划划你的脸，再把你扔进毒沼泽喂鳄鱼。规矩是死人定的，可活人偏偏要撞上来。
懂我的人，还想全身而退。求求你们，这几棵荧光草是我好不容易才采到的，我只想换点积分，保住外门弟子的身份。你们拿走，我真的会没命的。少给我装可怜！你一个炼气3重的废物，保得住这些东西吗？积分在你手里叫浪费，在我手里才叫活路。不想脸上多条口子，就把储物袋交出来。大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直接抢！这绝命谷里死个把人，连水花都没有。你们也是外门弟子，大家都不容易，为什么非要互相残杀？修仙界就是这么个规矩，要怪就怪你太弱。真麻烦啊！为了几棵不值钱的荧光草，连人家姑娘的脸都要花。外门这些低层渣子，欺软怕硬的本事，倒是一个比一个熟练。直接拔刀砍不行，炼气6层的灵力一动，绝命谷里那些熏烤禁制未必察觉不到，更别说天上还有个新谷的火蝶。那位剑修大佬要是闻着味儿过来，我才是真的要当场升天。分量刚好。声音一出来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水平，3分惊恐，7分破音，完美。哪来的疯婆子，敢管爷爷的闲事，找死！好了，我这不是没事吗？可能我平时去后山采药跑得多，力气稍微大了点。有为，以后你要是有事，哪怕我打不过，我也一定站你这边。命不命了以后再说。你的腿还在流血，先包扎。马上天黑了，咱们得找个安全地方过夜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太害怕，不小心滑一跤撞了他一下，他怎么就倒了？算你们运气好，疯婆子，你给我等着，这笔账老子记下了。我虽保住了荧光草，可是我身上只有2颗1阶妖兽核，明天就要结算成绩，我肯定进不了前50，我要被发配去黑风岭挖矿，在这绝命谷里担惊受怕6天，躲妖兽，躲同门，躲毒瘴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。别急着哭啊，说不定明天会有奇迹呢。奇迹？对啊，这绝命谷死了那么多人，老天爷说不定觉得咱们外门弟子太惨，半夜刮阵灵风，刚好把别人掉的妖兽核吹进你储物袋里呢。
有为，你是不是刚才摔那一下撞到脑子了？妖兽河又没长腿，怎么可能自己往袋子里钻？行了，别管老天爷刮什么风，咱们现在得换个地方。那俩蠢货虽然跑了，但血腥味很快就会把妖兽引来。你要是再哭大声点儿，咱们今晚就可以只在妖兽胃里团聚。有为，你找的这地方真好，比我前几天躲的那个臭水宫强太多。吃吧，吃完睡一觉，最后一夜熬过去就能回家。有为，如果我明天真的被发配去黑风岭挖矿，你以后在宗门里一定要小心刘天佑那种人，遇到事儿就躲远点儿。你虽运气好，但运气总有耗光的时候。行了，吃你的馒头。说不定明天分数线降了，你那2颗妖兽核刚好过线呢。今年大考情况特殊，刘天佑那个疯狗到处杀人，死伤率是往年的3倍以上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前50名的门槛会发生断崖式下落。别人手里没货，我手里7颗，万一不小心考个前10名怎么办？太扎眼！木秀于雷，风必摧之。狗道中人，绝不当出头鸟。刚好，给他运3颗，他拿5颗，稳过及格线。我留4颗1阶，再加上那颗2阶缝合斗底，无论怎么算，都能把我完美控在第18到20名的黄金养老区间。逻辑闭环，无懈可击，既帮了闺蜜，又保全了自己。奇迹已经发货，明早请注意查收。绝命谷。太可怕了！等老娘勾到筑基，也要离他10万8千里。有为，怎么了？时间到，阵法激活了。活下来了。大考时辰已到，所有存活弟子立刻排队上前，上交妖兽核，计算最终排名。黄霸2颗1阶妖核淘汰，李四1颗1阶妖核淘汰，张大山3颗1阶妖核暂列第51。那是2阶妖兽的核！我的天，绝命谷里的2阶妖兽连筑基期都不敢轻易招惹。刘师兄居然能战胜2阶妖兽，不愧是我们外门第一人，这实力太恐怖！外门弟子刘天佑，1颗2阶妖核，12颗1阶妖核，积分换算共计17分，暂列第1。多谢长老。
弟子不过是运气好，恰好碰到一头重伤的2阶妖兽。长老，外门弟子李轩儿交任务。暂列第47名。5颗？怎么会是5颗？你连自己的储物袋里装几颗妖核，你自己都不清楚。不，弟子不敢。我清楚，我特别清楚。就是刚才进来的时候风太大，我以为丢了呢。弟子是太高兴。有为，你快掐我一下！老天爷真的瞎了！不，老天爷真的显灵！我袋子里真的多出3颗妖核！看吧，轩儿，我就说绝命谷的阴风很大，这气机不就顺着风吹到你口袋里？哎，这年头，像我这么心地善良、做好事不留名的好市民，真该给我颁个宗门劳动模范奖。下一个，沈佑威。一个炼气4层初阶，气息虚浮，身上连点明显的血腥味都没有，居然能搞到7颗妖果。你叫沈佑威，这妖楼是从哪儿来的？大考规矩，严禁作弊。回长老的话，弟子没有作弊，弟子胆子小，一进谷就被妖兽吓破胆，就在赤焰沟附近找个废弃的树洞，躲了整整6天。这几只妖兽是他们自己打架同归于尽的，弟子躲在树洞里，等他们都死透了才敢出去捡的漏。可能是弟子运气比较好吧。外门弟子沈佑威，7颗1阶妖狐，大考排名第18名。第18名，不多不少，完美命中靶心。多谢长老。精准控分，毫厘不差，我简直是个天才中的天才。不眨眼，不垫底，黄金养老区，我来了。今年大考情况特殊，存活者10不存1，但修仙之路本就是逆天而行，生死有命。前50名即刻发放内门推荐玉符，3日后前往内门执事堂报到。此外，前3名还将获得宗门额外赏赐。第1名张子宪21分，第2名赵飞宇19分，第3名刘天佑17分。你3人上台领赏。弟子刘天佑，谢宗门赏赐。且慢。这位执事师兄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我刘天佑在外门一向循规蹈矩，绝命谷里妖兽横行，我身上的伤都是与2阶妖兽搏杀留下的，怎么可能屠戮同门？玄雷珠那种违禁法器，外门弟子买不到啊！王长老，这定是有人嫉妒弟子取得前3，故意伪造证据，栽赃陷害，还请长老为弟子做主。陈执事，刘天佑这小子虽狂妄，但屠戮同门可是死罪。
仅凭一块残破的流影石，是不是草率了些？执法堂办案从不草率，这块流影石虽碎裂，但刚好记录下案发时方圆10丈内的灵力波段，且在赤岩沟案发现场有受害者张六吐出的黑血，有死者遗落的带血布条，还有尚未消散的烈火咒火毒。刘天佑，你刚才交上来的妖兽盒里有一半带有你烈火咒的灼烧痕迹，且你体内的经脉正呈现被雷属性法器反噬的撕裂状。你敢说赤岩沟那场爆炸不是你干的？不，那流影石是假的，火毒是谁都能用的法术，我没有杀张六，张六就在下面，他可以给我作证。张六，你滚上来告诉他们，在赤岩沟是不是赤牙豹袭击了我们？刘天，你这畜生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拿我当挡箭牌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明明是我拼死把你从赤岩豹嘴里救出来的！放屁！执法堂的大人们早就用搜魂秘术查阅过我的神识，就是你为了抢夺那3颗1阶妖火，用玄雷珠炸伤了我们。你给我们塞的根本不是宝骨丹，你想把我们拖到毒战的毁尸灭迹！太狠了，竟然连自己人都下毒手！我之前还想跟他组队，真是捡回一条命。孽障！我天玄宗怎会出你这种丧心病狂的败类？长老饶命，执事大人饶命！弟子是一时糊涂，弟子知错了。弟子也是为了早日进入内门，为宗门效力啊！外门弟子刘天佑手段恶劣，触犯宗门铁符须第3条，即刻起剥夺为下等杂役，发配黑风岭矿区苦役10年。我是外门第一！带走，同谋者连坐，一并送去黑风岭。是啊，吓死我了。还好我们运气好，躲在树洞里莫乱跑。哎呀呀呀，真惨啊！丹田都碎了，这下要去黑风岭砸石头了吧？叫你乱丢玄泪珠，叫你抢人头！热心市民申某人的举报信好不好用？心情愉悦到了极点，除掉了一个随时可能咬人的隐患，还拜见了内门编制。今天真是个适合吃火锅的好日子。等出了这演武场，必须去方氏买2斤上好的妖猪肉犒劳自己。错觉，一定是错觉。我这种小透明怎么可能被火蝶盯上？第18名，顾师兄，您叫我。炼气4层初阶，在死伤失去其气的绝命谷里够了整整7天，全身上下没有一道哪怕是被击划破的伤口。最后上交7颗1阶妖兽核，
不多不少，精准卡在第18名。我爹，你大考巡逻不去抓刘天佑那种杀人奇魔，你算我的分算的这么清楚干什么？顾师兄，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我胆子小，修为又低，一进谷就被妖兽吓破了胆，找了个废弃的树洞躲在里面，半步都不敢挪。那几颗妖兽核真的是他们在门口打架，同归于尽后我捡来。运气好，刚好都是1级，这运气的确不错。他看见了，他连我扔石头砸人穴位、假摔飞人丹田都清楚了。这我爹到底是人是鬼呀？吴师兄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白回穴，什么奇寒啊！当时玄儿快被他们杀了，我脑子一热，闭着眼睛瞎扔了石头。至于摔倒那一下，我平时在后山干杂活，力气可能比别人大一点点，我真的只是吓坏了。3日后来内门报到。有意思个鬼啊！勾岛中人，绝不能坐以待毙。不行，既然已经被这尊杀神盯上，进内门之后，必须把阴行人的人设贯彻到底。进了内门，有古猿出现的地方，我绝对退避3舍，离他至少300丈。不，500丈！这里的灵气浓度简直比外温珠峰还要粘稠3倍。深吸一口气，连肺管子都透着一清甜味儿。冷静，内门这么大，底子数浅，他堂堂一个首席大师兄，每天不是在闭关，就是在砍人的路上。只要我不出风头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跟他偶遇。各位师弟师妹，安静一下。我是执事堂的引导弟子苏云洛，恭喜诸位通过绝命谷的生死考验，正式成为我天玄宗内门的一员。接下来的流程是根据诸位大考的排名依次挑选洞府。金色光点是靠近主峰灵脉节点的上等洞府，银色光点是中等洞府，至于外围那些青色光点则是下等洞府。排名越靠前，可选择的范围越大。苏师姐，我就要云霄阁那个位置。我乃雷火双系真脉，只有那里的灵气配得上我的修炼速度。第18名，沈佑威。苏师姐好。你就是沈师妹，能在绝命谷那种炼狱里撑下来，还能排到第18名，真是难为你。你是第18名，还可以选几处不错的中等洞府。你看南坡这边的翠直居怎么样？虽比不上上等洞府，但胜在向阳，灵水温和，很适合女修。每天人来人往，御剑飞行的破空声估计比菜市场还热闹。最可怕的是，那个位置正处于去往首席大师兄专属主峰的必经之路上。我是嫌命太长，还是嫌掉马甲的速度不够快？我资质愚钝，修为鬼微，能侥幸进内门，已经是祖上积德。崔竹清这种好地方，应该留给后面有潜力的师弟师妹们。我配不上这么好的灵气。师姐，您就给我找一个最偏的、最不起眼的，平时连灵禽都不愿意去拉屎，不，连飞鸟都少去的地方就行。沈师妹，你确定？如果不选翠竹居，那就只剩下最北边的一处悬崖。那地方叫落峰崖。你真要去那儿？悬崖边缘，
废弃白念，没人去，就他了。苏师姐，我生平最喜欢吹冷风，冷风使我清醒，冷风催我奋进，落风崖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房。爽，太爽！别挑了，傻狐狸，在这里没人抢我们的饭碗，更没有那些随便看一眼就能让人折寿的活蝶大佬。混元灵焰开，等等，这破洞府的地底下好像埋了个大宝贝！别，小苏苏，你轻点儿！这可是内门，你这动静要是把轩然弟子招来，咱俩一个做虎皮围脖，一个去执法堂喝凉水。物品名称：子髓灵脉残肢，状态：严重萎缩，接近干涸。子髓灵脉啊，那是元婴长老和掌门才有资格享用的顶级修炼资源。眼前只剩一条被判死的残肢，可瘦死的骆驼还能压塌马背，发了。苏师姐啊，苏师姐，你管这叫常年冷风的漏斗地形？你管这叫连飞鸟都不愿意来的垃圾堆？这分明是老天爷给我沈某人准备的至尊豪华单间啊！感谢那些只看表面的内门天才，你们去抢那些中看不中用的翠竹骨吧！这座没人要的穷酸石头，我承包了！别乱碰！这玩意儿现在跟堵住了煤气罐差不多，你这一口吸下去，极品灵气冲胜经脉，能把你这小身板撑成狐狸饼。宝贝再好也得有命拿，灵验提示写得清楚，必须用阵法把灵气慢慢导出来。要是任由这股姊妹灵气冲开，动静传遍内门都算轻的，那个冷面杀破大师兄八成都得拎着剑第一个赶过来。阵法，阴灵阵动静太大，不行；聚灵阵会牵扯外界灵气，容易起灵气漩涡，也不行。得布一个微型截流阵，只抽地下这一线，还得锁在洞府里，不能往外露半点。
布阵潘的集市，用这几块妖兽残骨凑合；灵力道观，用之前挖九转青灵藤剩下的枯藤。阵仙，这可是我这个月的伙食费啊！舍不得孩子讨不到浪，为了白嫖极品灵气，我认。张子锦啊，张子锦，你有情可有送礼，抢破头才抢到云霄阁。听说那里灵气也不过比外界高2成。这世上最香的饭，永远是北漂来的饭。别人花钱买罪受，我一毛不拔也能拿到同等效果。狗王永远赢在起跑线上。这破洞府底下除了灵脉，好像还埋着个更要命的东西。狗王准则第一条，好奇心不知害猫，还能把人连魂带骨一起送走。地下的前辈，您睡恁里，我睡我嘞。只要我装没看见，您也当我没来过。咱们各站各的地方，谁也别招惹谁。新进弟子沈有为来领入门功法。第18名，炼气4层，去第1层挑，只能选黄阶中品，半个时辰内出来。别看见剑诀就挪不动腿，花架子练多了，经脉废掉，可没人替你哭。多谢观世师叔提点。弟子知道自己斤两，绝不贪高。黄阶中品烈火剑诀，残缺度3成，修炼后易损经脉。黄阶中品水云步，无隐藏属性，平平无奇。黄阶下品枯木弓，品质低劣，价值有限，全是些摆出来充人面的货色。这也太抠了吧！第1层全拿破烂凑数吗？既然是选功法，狗王当然要挑那种外表不起眼，真用起来能把人吓掉魂儿的扮猪吃虎好东西。观世师叔，我选好了。你就选这个？一本认草药的杂书，一本俗世道观拿来糊弄香客的清风引。这本清风引自大，还有插画，讲的也是静心养气。弟子觉得修仙最要紧的是心境。来吧，让我瞧瞧历代天才到底错过了什么宝贝。
当结界一出动，历代弟子翻了几百年都不敲出门的。这本书压根儿不是给普通人看嘞。混沌初开，无形通修，逆发天道，实为清风。这分明是一本胆子飞刀干陷天灵盖的邪门功法，专门教混元灵根把五种属性揉一团，再丢出去炸人祖坟。老天爷啊！天玄宗几百年内门弟子翻书都只带眼皮不带脑子吗？这么反骨的东西，竟被当成养生册扔在角落点灰。幸好我穷，幸好我抠，幸亏我刚才装傻装的够远。先出去转转，顺便看看内门这帮有钱人平时都怎么糟蹋东西。狗王手笔第5条，到了新地方，先摸安全路，再摸废品堆。哼。好家伙！这种地方，这种官事，这种没人睁眼看的破烂山，简直是给我量身造出来了快乐窝。混元灵眼，看。天哪！你们这帮败家玩意儿，这是把金砖当垫脚石扔啊！暴殄天物，难怪修为卡根，活该！这位师叔，新来的，怎么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？炼气4层，穿着新领的法袍，看你这穷酸样，是大考擦着边混进来的外门杂役吧？师叔慧眼如炬，弟子资质驽钝，全靠运气才捡回一条命。刚分了洞府，里头空得厉害，连个烧水的物件都没有。弟子看这里有些师兄师姐不要的旧东西，就想着能不能捡2件回去凑合用。去吧去吧，里头都是敛废的垃圾，你随便挑。别捡那些快炸的破玩意儿，伤着自己我可不管。多谢师叔。师叔，我选好了。你这丫头脑袋是不是缺根筋？这破炉子都裂成这样了，你拿回去能干什么？漏风不说，稍不留神就炸炉。师叔，我不炼丹，我洞府前面太空，想拿它回去种花，装点泥土刚好能漏水，不会把花草泡死。这个呢？这画错的火球术拿回去擦屁股都嫌刺人。我洞府窗户破个洞，这符纸虽废了，料子比普通纸厚实，护窗户正好，还能挡风。这东西外头都黑了，有毒！你别告诉我，你拿回去当糖豆吃。不，师叔误会，我罗风崖那洞府里老鼠多，我寻思这废丹有毒，拿回去正好做老鼠药，毒死一只算一只。造孽呀！穷成这样，连老鼠药都得来垃圾堆里翻。行了行了，算你5块下品灵石，全拿走吧，别在这儿杵着，看着怪叫人心酸。多谢师叔，师叔真是大好人。小姑娘，这些都是废品，内门这地方吃人，光靠捡垃圾活不长。没关系的，师叔，我这人没什么大志向，就喜欢收集些奇怪东西。5块灵石换3件宝贝，今天这血赚了，我想给白飞谷立块长生牌位。出来接客啦！
你大半天不回来，就去垃圾堆里搬这些玩意儿。哼！你这只没有见识的土狐狸，知道是大漏？知道什么叫闷声发福财吗？这里头藏着百年青焰地火的火种，等我把它收拾妥当，以后咱们就能自己炼丹，丹药当饭吃。这外边裹的是杜克，你敢舔一口，我今晚就得给你挑粪头草。重头戏在这儿，让我瞧瞧，这摞能把混元灵根抬上天的邪功，到底藏多少东西？混沌初开，五行同修，逆发天道，是为清风。凡素修饰皆以单线提存为要，遇多重属性则如牛拉修车，相互掣肘。无创此法，以五行相生相克之力，化丹田为红露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五气流转，生生不息，方可正道长生。这哪里是什么养生心法？这分明是某位上古大能专门给五行俱全的杂灵根留的路子，偏门险，却正合他这副底子。寻常多灵根修士修炼时，几股灵气在体内互相顶撞，轻则拖满进进，重则经脉乱成一团。清风印却要把五种灵气首尾相接，让他们在丹肚里自行轮转。只要这个内循环成，外界灵气入体的速度会直接甩开同阶修士一大截。这不就是人体抽水泵吗？难怪内门弟子翻几百年都把它当废纸。这书只认五种灵气俱全，还得五行平衡的混元灵根。他们翻到书皮烂掉，也只能看见那些清心寡欲的道家闲话。帮我护法，我要起飞了！转！撑死我了！这紫水灵气配上清风印，简直是给拖拉机塞了航空发动机。修为对外还压在炼气4层初阶，可真要拼灵力精熟度和储备，炼气6层巅峰也未必能占便宜。看什么看？要命了！这破功法怎么还带光污染？这要是让人看见，我那个平庸废物的人设，当场碎的捡都捡不回来。不行，这功法以后绝不能白天练。监楼只能爽一时，想在这吃人的内门长久苟住，还得有门能生灵石的手艺。宝贝儿，接下来几天咱们相依为命。你懂什么？这叫透过现象看本质。那帮内门弟子眼瞎，把带着百年青焰地火火种的宝贝当垃圾扔。要是让他们知道这东西的真实价值，估计肠子都能晦气。不过这裂纹有点麻烦，2道贯穿底部的致命伤，难怪连一阶丹药都炼不成。去找气石修？不行，找内门的人修，这火种的秘密保不住。狗王第一铁律，绝不把敌派暴露在别人的视线里。求人不如求己，不就是补锅吗？前世我在天桥底下看老大爷鼓完，好歹也学2手。阿白，去门口看着，要是有人靠近阵法，你就叫唤2声。
先用火属性灵力熔炼赤框框，水属性降温，土属性稳固，金属性塑形。这裂缝里怎么还有陈年咬闸？撑了。多少？500灵石！我用5块灵石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破烂，转手就翻100倍！这哪里是捡漏，这简直是强奸天玄宗的藏宝阁啊！边去！这可是咱们家的传家宝，烧掉你一狐狸毛我都心疼。这内门里最赚钱的行当是什么？除大家结社，那就只剩下炼丹。一瓶最普通的聚气丹，在灵药阁都要卖2块下品灵石，而炼制聚气丹的草药成本连半块灵石都不足。这其中的暴利，简直比资本家还要黑心。我有混元灵烟，能用白菜价捡漏极品灵草，现在又有这个自带成功率加成的极品丹露，捡漏加炼丹，这简直就是修仙界最无奇的财富密码啊！只要够在落风崖里偷偷炼丹，再找个机会去方氏黑市出货，那灵石还不是像下雨一样往我口袋里掉？火候、偷咬失机、灵力控制。不就是炼丹吗？一个字，干！所有新进内门弟子即刻前往主峰广场集合。今日乃新人见面会，首席大师兄将亲自莅临训话，不到者扣除登月所有灵石供给，罚扫思过崖1月。强制团建也就算了，为什么又是那个自带寒气链？我爹啊，我的财路，我的灵石！内门高层真会挑时候，连人家下工以后那点空闲都要拔走。骂归骂，狗王规则写的明明白白，修仙界里别当猫头的钉子，何况宗门还捏着他当月灵石供给。云霄阁的灵进去2日，丹藤里便有了要破境的魔爪。张师兄天赋摆在那里，往后这届新人还得看您。话不能说太满。今日来的大师兄顾源才是真正的千年奇才，听说他年纪轻轻已到半步结丹，只是天生煞体，脾性冷得很。何止脾性冷，那人简直长了透视灵眼，谁被他多瞧2眼，储物袋里藏几块碎灵石都未必瞒得住。看不见我，我是石头，是灰，是路边一团没价值的泥。天玄宗规矩，御简里都有。进了内门，并非坦途。修仙本是逆天而行，资源自己去争，生死自己去扛。出了主峰，安危自行留意，谨守规矩，好自为之。这便是大师兄的威压吗？太惊人！我刚才丹体里的灵力都停了一拍，吓死爹了！还好他没看我，看来那句有意思，8成是我自己心虚，越想越吓自己。散会。狗王出门要的便是未雨绸缪，走这种没人愿意钻的破道，总不会再遇见那位货爹。脑子都是炼丹神事。